丧尸爆发前夕，我躲进了一处荒山里的防空洞，并提前存储了大量物资。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客厅电视里播放的新闻。曼夏，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一声怒喝将我拽回现实。我不可思议地看向面前的一切，30多平方的老旧大客厅里挤满了一群我最亲的家人。这不是末世前半个月他们来逼我腾房子的场景吗？可我明明刚刚还在东部基地，在丧尸围城的尸潮里。曼夏，你妈走后，你后妈一直把你当亲生的看，谁都说她好。现在你哥要结婚了，借下你的房子。你有什么好抠搜的？简直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奶奶的怒斥像淬了冰。妈，曼夏她不是白眼狼，她肯定会感恩的。坐在她旁边的胖女人假模假样的打圆场，正是我的后妈李林。呼，赶紧把房子腾出来，再买点新家具。你哥要结婚，当妹妹的不得置办点东西？听到这里，忽然就笑出了声，要我的房子，还要我出钱买新家具，这也太可笑了。更可笑的是，上辈子的我竟然真的照做了，我还真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家人。可末世来临后，他们为争取逃生时间，便一脚把我踹开，登上救援车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那一刻，我才真正懂了什么叫所谓的亲情。我当着他们的面，将他们刚买的廉价水果甩进垃圾桶。曼夏，你要干什么？这是我妈特意给你买的进口苹果，她说你最喜欢吃苹果，你怎么能把它们丢了？我轻蔑一笑，我最喜欢吃苹果，这是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房子的事？此刻我满眼寒冰地盯着他，那是在末世独自打拼10年磨出的杀气。韩英心里莫名一颤，竟不敢与我对视，瞬间怂了。曼夏，你这是怎么了？哎，就当妈求你了，你就帮帮你唯一的哥哥吧，以后你结婚，大家再想办法给你弄一套还给你。还什么还？一直沉默的我爸突然开口，怒目瞪着我。真当这房子是你的了？女孩子家要什么房子？这房子给你哥，以后你结婚让你老公买就行，跟你哥哥争什么争？听到这话，我连气都懒得气了，因为我在末世后已经知道，这韩英本就是他养在乡下的亲儿子。200万！曼夏，你说什么呢？我爸厉声呵斥：“你要把房子卖给我们？你开玩笑呢？而且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奶奶拍着沙发，俯首怒吼：“给你们5个数考虑，不同意我就卖给别人了。5。曼夏，我们是你长辈，你跟我们谈钱。”奶奶气得发抖。4。你这个白眼狼，看我不打死你！他做事要起身，我冷冷瞥着他。3、2，别说了，我们同意。李林见我要打电话，赶紧应下来。他打的什么算盘我再清楚不过。这套房子市价300万，200万买下来，倒手就能赚100万。他生怕便宜了外人。半小时后，银行柜台前，手机提示音响起，银行卡到账200万。200万虽然亏了点，但短时间内确实不好出手。对我来说，时间和钱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买了房就没钱了，末世前也不会去囤物资。这几天房管局放假，等上班了，我再跟你们去过户吧。我看着他们说，没事的，曼夏，你我们还不放心吗？李林眯着眼笑，我很清楚他更不放心的是未过门的儿媳。这时，韩英突然开口：“曼夏，既然房子我们家买了，我给你1天时间，把你那些垃圾破烂赶紧丢出去，还有你屋里那条温狗，我不想再看到它。”温狗这2个字像惊雷在我耳边炸响，我猛地一激灵，狗！我的夏天，他还活着！我不再跟这群人周旋1秒，转身就往自己家跑。一打开卧室门，一条德国黑贝立刻扑进我怀里。他刚才一直在房间里打转，却懂事的不敢发出声音。夏天，我抱住他，眼泪瞬间涌了上来。我的夏天还活着，他是我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上辈子末世来临没多久，韩英一家趁我外出找食物，把他宰了吃了。夏天，你放心，这辈子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伤。就在这时，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机械音：超级领主系统开启，1小时内每携带价值超过1000元的物资，奖励1立方米空间。我不可置信地盯着虚空，随手抓起桌上的手机试了试，检测到手机价值4999元，奖励4立方米。脑海里真的浮现出一块4立方米的空荡空间，而我的手机稳稳地躺在那片空间里。我尝试默念手机，下一秒，手机就从空间里重新回到了我手中。我瞬间大喜，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系统啊！我开始疯狂地往空间里收东西。检测到这首饰，价值58000元，奖励58立方。检测到床，价值3999元，奖励3立方米。检测到红木桌椅4件套，价值2万5，奖励25立方。短短10分钟左右，但凡能移动的，全都被我收进了空间，就连家里的垃圾桶我也没放过。检测到烂苹果5斤，价值2.5元。听到这个价格，我忍不住呸了一口，真他妈晦气。接着我又把目标落在了那些不能移动的物件上。检测到马桶1个，价值1999元。检测到洗漱台，价值699元。检测到抽油烟机，价值2599元。检测到防盗门，价值1589元。1个小时里，我把整个家拆得干干净净，除了墙面动不了，剩下能拆的全拆了，最终获得了289立方的空间。我心满意足地看向夏天。夏天，我们走。中介带着我穿过一片树林后，终于是来到了这偏僻荒山里的防空洞前。你租防空洞做什么？中介例行公事地问。创业种蘑菇。我随口答道。中介听到我说要创业，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绝世冤大头，差点笑出声。收了钱，签了合同，拿了500块服务费，他立马就走了，生怕我这个傻子反悔。而我也什么都没说，转身向着防空洞走去。在末世摸爬滚打10年，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向愚蠢的人预知灾难，因为愚蠢的人本身就是灾难。
我租的这个防空洞足有5个篮球场大，1年才2000块，一次性交3年租金才6000块钱。我带着夏天在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除了一整套原始通风系统，我还惊喜地发现里面有一口前租客留下的井。我试了试井水，是地表山泉水，后期水处理厂被污染后，自来水就没法用了。这口井能给我提供可用水源。我还发现了一根电线，虽然没通电，但意味着这里铺设过电路，只要买台发电设备，就能让防空洞运转起来。正想着，脑海里突然又响起系统提示音：超级领主系统开启，检测到基地战犬1只，奖励战犬战力提升100倍，身体素质提升100倍，请加固原始基地。系统将是加固程度给予奖励，倒计时15天。我惊奇地看着面前的夏天，他的身体明显变壮实了许多，浑身散发着蓬勃的活力。为了获得更多奖励，我开着妈妈生前留下的小轿车去建材市场采购物资。找到一家铁丝网厂后，我直接定下2000平米的圈状铁丝网，1米7块，2000平米花了我14000，量不小。老板特意派了辆大货车送货，我让司机把货卸在郊区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借口等下轿车来拉，打发走了他们。天黑下来后，趁着郊外没人，把所有铁丝网都收进了空间。清空货物后，我开着车带着夏天返回防空洞，路上盘算着以后采购量大，还是得租个仓库当中转站，免得每次都像这样在路边卸货，太惹眼。回到防空洞，我立刻沿着前人遗留的破旧铁丝网开始加固。我1米1米的缠绕，夏天不时帮我调来工具，一人一狗从天黑忙到天亮，终于把2000平米的铁丝网全加固好了。刚完成最后一处加固，脑海里就传来系统提示：检测到铁丝网加固，奖励防御效果提升100倍。奖励落下的瞬间，原本加固好的铁丝网肉眼可见的变粗，外圈还布满尖刺，冒着寒光。原本那扇单薄的铁丝门，更是直接升级成了钢铁升降大门。我走到网前，使劲推了推，铁丝网纹丝不动。现在就算几千只丧尸一起围攻，估计也撕不开这道防线。我满意极了，正想继续采购其他加固材料，肚子却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夏天也围着我哼叫，显然也饿了。我们俩昨天就吃了一点东西，忙了一整天，还没正式囤过食物呢。我突然想起空间里还有些吃的，心念一动，一包热腾腾的汤包就出现在手上，竟然还是热的。我赶紧把空间里的冰箱取出来，打开一看，果然就算没通电，冰箱里还是冰的，就算没有电，也能保持原样。我大喜过望，这意味着系统空间是个恒温封印空间，东西放进去是什么样，拿出来还是什么样，不用担心过期，以后囤物资可以毫无顾忌的狂囤了。郊区公路两边有很多以前的农房，现在村民大多搬去城里，不少地理位置好的都挂了招租。我选了防空洞附近主干公路旁一处面积大、交通便利的农房，打算当物资中转站，以后采购的东西先囤到这里，再用空间运进防空洞，既避人耳目，又方便出入。房东是个40-50岁的中年男人。这里租1个月300，押一付一。我给你400，但不交押金，我就租1个月当仓库用。行吧，400就400，但你不能破坏房子，到期得按时走。我花400块拿到钥匙，到期根本等不到到期那天。租好仓库，我立刻开始采购物资。第一样就是食物，我先找了10家店铺，每家买400包50斤装的大米，先囤100吨再说。这些大米花了40多万，足够我吃几辈子了。接着是泡面，末世里泡面简直是奢侈品，我囤了1000箱，什么日式豚骨、红烧牛肉、干拌面，市面上有的口味几乎都买了。1000箱花了7万，有泡面怎能没有火腿肠？我买了200箱玉米肠和香辣脆骨肠，再加100箱乌姜榨菜，这3样花了不到3万。然后是自热饭和预制菜料理包，加热就能吃，方便得很。我在各个品牌店横扫一通，每种菜品都买了1箱，总共买了2万多袋，花了15万左右，这量够我顿顿换着样吃到老了。可一算账，今天一天就花了快70万。我自己原本有30多万积蓄，卖房得了200万，现在手里还剩170万，钱真是不禁花啊。我眼神一沉，摊开手，一本鲜红的房本出现在掌心，正是刚卖给后妈他们那套房子的房本。我从容的在网上找了个当地私人金融借贷的电话拨了过去。你好，我想抵押房产。行啊，明天10点来我公司面谈。挂了电话，我冷笑一声，有些仇必须报，而且要双倍奉还，等着吧。我给你们准备的大礼很快就到了。为了筹钱囤物资，我把房产证抵押给了一个小贷公司，市值300万的房子只贷了150万，而且10天后必须归还200万。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又不住在那里。10天后刚好是末世前2天，足够让借贷公司找上想霸占我房子的后妈一家。可惜的是看不到他们狗咬狗的画面。接着我又把市面上所有借贷平台薅了一遍，硬生生多凑了50万。随后开车来到了建材市场，买了40-50个最高级的摄像头，不仅能夜视，还有监测报警功能。考虑到用电问题，我又来到了发电机厂。想要多少千瓦的？老板热情地迎上来。都有哪些规格？30、50、200到800的都有，上千瓦的就贵了。老板带着我一一看了一遍，我也大致有了了解。最小的30千瓦时，大概1万到2万；中到200千瓦的5万到10万；300千瓦的要10万以上。网上价格翻倍，1000千瓦以上的更是100万起步，而且进口的比国产的还要贵2-3成。买国产的就行，质量不比进口的差，实用性高，后期维修也方便。你是开饭店用的吗？对，怕停电会影响生意。我随口忽悠着，我要最好的，
一步到位，不差钱。我摆出一副土豪模样，要了最贵的120万那款。电力对我很重要，一点也不能含糊。老板笑得合不拢嘴，还高兴地多送了10来升柴油。看到柴油，我眼睛一亮。老板认识人吗？能便宜拿油的那种？柴油不好买，去加油站得拿身份证登记，一次只能买几升。但卖发电机的大概率认识些门路。果然，老板脸上露出神秘的笑，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张名片。你打这电话说是我介绍的，能便宜2成，比市价低。我接过名片，心里了然，相关行业果然互相有门路。出门时，老板无意间念叨：“最近流感爆发，行情真差。”我大步离开，什么都没说。这场流感其实就是末世的前兆。流感病毒爆发半个月后，感染者会相继猝死。可不等人们从悲痛中缓过神，那些过世的亲人就会活过来，变成丧尸。上辈子这段时间，我正忙着韩英的婚事，我不仅出钱给他们买新家具、搞装修，他老婆查出怀孕，我还忙前忙后陪他去医院。末世来临那天，我刚好陪他在医院拿报告，突然听到走廊里爆发惨叫，整个医院瞬间暴动，所有被咬的人5分钟内就会变异，加入撕咬的行列。为了保护怀孕的嫂子，我带着她从暴乱中冲了出去。也就是因为那时候表现得太能干，所以后来搜寻物资这种危险工作都由我去。上辈子的我还傻乎乎的觉得能保护家人是种满足，呵呵，现在想想真是可笑。要看保护的是谁，像他们那样的一窝畜生根本不配。等发电机送到仓库后，我立刻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询问柴油的事。对方说可以送货，明天就能送。我直接买断了他100万的货。我把大型发电机收进空间，算下来今天这一趟就花了快200万。回到基地后，我先把发电机安置在防空洞最里面的储物房。系统再次发来提示：检测到1000千瓦发电机，奖励永久不坏最低能耗发电机。我惊喜地瞪大了眼。我原本还在担心使用寿命，没想到系统直接给了终极强化，干净更足了。我紧接着开始安装摄像头，沿着昨天加固的铁丝网依依不舍，连接上发电机供电的电路后，监控画面立刻出现在电脑上，能清晰捕捉范围内所有动静。检测到监控系统和电网系统，奖励监控系统升级，电子眼监控范围提升10倍，自动检测一切活体和非活体。电网系统升级，最高电网攻击1万伏特。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画面，清晰度比之前高了10倍不止。原本100米的监控范围，现在能拉伸到1000米，连远处树林外的公路都看得一清二楚。还有1万伏特电网系统，这防御力以后谁来闯基地都是触之即死。夏天，以后别靠近铁丝网，知道吗？夏天竟朝着我汪了一声，看来他升级后智力也明显提升。我开始继续收拾基地，意外发现就连清理都有奖励。检测到水井升级，奖励永不枯竭山泉水；检测到杂草面积减少，奖励优质土壤，种植作物产量提升100倍，作物生长速度提升10倍。我瞬间来了精神，这意味着我能自己种植新鲜果蔬，实现自给自足。第二天我就来到了农贸市场，各种常见的作物种子买了一大堆。回来后我找了半亩空地，将一些苹果树、桃子树、梨树等全都种了下去，另外一半则种了一些蔬菜、红薯等各种菜苗，这样末日后也能有新鲜的蔬菜吃，万事俱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火灾，森林防火一直是个大难题，可如果把前面的树砍掉，又容易暴露我安全屋的位置，于是我只能在安全网附近清理出一片防火带，希望能有用吧。检测到火灾隐患减少，奖励清理带内永无燃烧。关键时刻还得是金手指给力，防空洞的安全性再升一级。这几天网购的物资陆续到货，我每天晚上去仓库取货，仓库门口装了超大监控，目前还没发现危险。在防空洞里面有一间大仓库，100吨大米、1000箱泡面等所有食物整整齐齐码放着。检测到仓库囤满，奖励超级仓库，食物存放永久锁鲜。仓库门瞬间变成银行金库般的敦厚金属门，只有我的虹膜能打开，里面的物资自动分类归置。最重要的是永久锁鲜功能，我再也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在丧尸爆发前夕，我躲进了一处荒山里的防空洞，并提前存储了大量物资。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到大结局。早上6点，我在防空洞里的床上醒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0天。我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先绕着防空洞外跑1万米，体能得到大幅提升。距离末世只剩下3天，我开着车去市区做最后的补给。好几天没进市区，今天一来就发现氛围不对，所有人都戴着口罩，脸上满是焦虑。小姑娘，你要点什么快点，我卖完这些就早点收摊回家了。活鸡活鸭摊的摊主催促道。我看了眼摊位上的10几只鸡鸭，公母都有，养得挺精神，便说你便宜点，这些我全要了。最终花了1900多，买下了26只鸡鸭，养些活物以后随时能开荤。想到我有永久锁鲜的仓库和空间，我找了个猪肉摊，订了1000斤猪肉和500斤牛肉，量比较大，我加了点钱，让他当天就给我送到我提前租好的仓库去。姑娘，买完赶紧回家吧，这2天流感厉害，少出门。摊主收了钱叮嘱道。我点点头离开。其实这流感并不是丧尸病毒的根源，只是它大范围传播降低了人类的抵抗力。至于丧尸病毒的起源，我上一世也没能弄清，我只知道后期人类中也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异。我走进一家运动装备店，买了几把最结实的棒球棍，顺便采购了一批探险装备，手电筒、头盔、护甲、护具、帐篷、防护服、冲锋服，这些户外用具全都安排上，一共花了2万多。店里还有应急包配件、镊子、
钳子、止血胶布、体温计之类的。这提醒了我该去趟药店。出了装备店，直奔药店补充物资，感冒药、止泻药、退烧药、维生素、绷带、酒精、碘酒，我都买了很多。从药店出来10天已经完全黑了，市区霓虹灯璀璨。我算了算，能备的基本都齐了，吃的、喝的、住的、用的，生活基础有了保障。在末世前，我准备好好享受这繁华世界最后一顿盛宴。我先来到了以前舍不得进的米其林大酒店，点了一桌豪华盛宴，以前吃不起的通通来一份，觉得好吃的蒜蓉虾和菲力牛排，直接让后厨准备10份打包，带回去给夏天吃。在酒店开了间套房，又下楼去商场采购，商场里百货琳琅满目。我先扎进美食区，各种美食看得我眼花缭乱，只恨时间不够，钱不多。我一家店一家店的扫货，低调又豪气的找到店员，说要清空所有小吃，付完钱就让他们送到楼上的酒店房间。每个店员都瞪大了眼睛，手忙脚乱的打包。烘焙店的现烤面包、奶酪蛋糕、冰淇淋泡芙、奶油小方、麻薯、榴莲千层、蛋黄酥全要。韩式炸鸡店的甜辣酱、琥珀酱、蒜香酱油、蜂蜜芥末等口味，脱骨鸡块、鸡腿、鸡翅、整只鸡全要。奶茶店的奶茶、果茶、冰淇淋茶、奶盖茶、沙冰，每种口味各来一遍。付完钱留下地址就走，不惊动任何人。这么一圈下来，光买零食就花了20多万。逛完3楼的美食区，我又到了地下的仓储式大超市。日用品方面，洗护用品、面霜、姨妈巾、一次性毛巾、湿巾全备上，直接找到他们经理，给我准备门店的全部库存。购买完这些后，我的资金已经快花完了。我继续往前逛着，眼角余光忽然瞥见2道熟悉的身影，一个年轻男人陪着个有孕肚的女人走在前面，竟是我的好哥哥和嫂子。老婆，你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动了胎气。韩英一脸讨好的哄着。韩英，你要我怎么信你？你说你的房子能拎包入住，结果是个毛坯，现在又冒出讨债公司要收回房子，我算是看清了，你们家就是坑我，这孩子我不能要。我现在就去打了。我靠在拐角，听完这段对话，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冷笑，但这还远远不够。我故意喊了他一声，随后转身往地下车库的方向跑去。按下！他眼睛一瞪，顾不上去追媳妇，朝着我的方向追来，一路追到了地下停车场。韩英气喘吁吁的把我堵在停车场角落，脸上满是狰狞。背地里坑我，今天抓到你，非要弄死你！巧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在末世摸爬滚打10年，像他这样的我能打10个。半小时后，韩英像堆烂肉似的瘫在地上，奄奄一息。我拿着他的手机，将他仅有的3万块转到我身上，随后又帮他叫了120，弄死他太便宜了。我要让他好好感受末世后那生不如死的滋味。接着又用韩英的手机给他爹妈发了条消息，我被打了，在漫游商场地下室，速来医院。我算好了，他起码得昏迷3天。等醒来后，末世已经降临，根本没时间报警。回酒店套房时，里面已经堆满了今天采购的物资，桌上、地上、沙发上全是。将所有东西瞬间收进空间后，我打算今晚先在这儿歇一晚。花了钱的可不能浪费。打开电视，新闻里提醒市民最近流感严重，提醒大家多备点物资，最好不要出门。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隐晦提醒，还是说官方也提前知道些什么消息。睡前做了3小时体能训练，末世里身体是最好的本钱，累到极限才去洗澡。躺床上前特意查了防空洞和仓库的监控，两边都相安无事。用视频机器人跟夏天聊了2句，让他看好东西。我明天一早就回去。夏天人性化的应了声，乖乖的在仓库狗窝里守着。我看了眼时间，今天是9号。前世丧尸病毒爆发是在8月11号，明明还有2天时间，可我却总是有种不好的预感。早上5点，我被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和救护车声吵醒。我住的高档酒店隔音极好，可我这人向来敏感，一点风吹草动就醒了。我赶忙拉开窗帘往下看，街面上果然停满了呼叫的警车和救护车。一个不好的念头在脑海中成型。就在这时，房间外传来奔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敲门声。我抄起一根棒球棍走到门后，先从猫眼往外看，是酒店的服务人员，神色紧张，但身上没有伤口和血迹，脸色也算正常。什么事？女士，我是客房通知，接到好多客人反映晕倒求助，请问您还好吗？我隔着门道，我没事。那您现在请耐心在房间里待一会儿，酒店会免费给您延长休息时间，打扰了。客房小姐姐说完就往下一个房间走去，而我这时却神经一震，末日怕是提前了，必须离开。立马拿起车钥匙，离开酒店时还不忘把房间里免费的水和零食都带走。推开门时，正看见那客房小姐姐走到最角落的房间，敲了好几遍门没反应，直接用房卡刷开了门走了进去。很快就听到一道急促的声音：先生，先生，你怎么了？紧接着是她对着耳麦的呼喊：809客房有客人晕倒，快来！我大步走向电梯，进入一部无人电梯向下的同时，一声刺耳的尖叫传来。这熟悉的声音，丧尸病毒提前爆发了。我看着下行的电梯，果断按了5楼，不去1楼的接待大厅。这
这是一栋和商场连在一起的酒店大楼，地下2层到地上5层都是大商场。现在还不到6点，商场还关着门，最早的一批员工也要8点才到，所以现在的商场区域才是真正的无人区。末日丧尸刚爆发时，最危险的就是人群，必须逃离人群。在5楼下了电梯，果然如我所料，此刻的5楼商场空无一人，连灯都没开。但进入5楼大厅后，能清晰地听到外面的尖叫声。瞥向窗外，街面上已经出现了暴动，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从酒吧里冲出来，对着路过的晨跑女人猛扑上去。我在5楼窗前看着这一幕，果然是末世，我最熟悉的末世，提前了整整1天，进入到了末日纪元。我转身奔向5楼深处，打算从手扶电梯下到 B2 停车场，避开所有电梯，奔入空无一人的商场时，面前琳琅满目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么多物资，我怎么能空手走？我走也要把这里的东西都带走。就在这时，脑海里传来一道声音：超级领主系统启动，限时2小时，每携带满1万元物资奖励1立方随身空间。还得是你啊，我亲爱的金手指！从空间取出棒球棍，砸碎面前的玻璃柜，冲进去，张开双手，手触碰到的任何东西都凭空消失，直接进入我的空间。这会儿我完全不在意监控会不会拍到，末日了，谁还会看监控查这些啊？检测到时尚女装279件，价值65万，奖励65立方；检测到时尚男装144件，价值58万，奖励58立方；检测到奢侈包92个，价值189万，奖励189立方。不管是男装、女装、童装内衣，还是品牌包包，我全要。我一家店一家店的洗劫，所过之处要多干净有多干净。最后1个小时左右，我已经把这几层的奢侈品店洗劫一空，接着又来到手机 4S 店，最新款的水果手机、平板电脑全都没放过。高档化妆品店 SK2、小灯泡、海蓝之谜，各种以前买不起的都疯狂吸入。橱窗里闪瞎眼的大钻戒、宝石、翡翠、黄金，全被我一股脑收进空间。空间在这2个小时内疯狂涨到1万多立方。奢侈品是真值钱啊！路过美食区时，还是顺手收了烤箱、冰淇淋机、咖啡机，以后自己动手做美食，日子才不算太苦。最终我来到负1层的大超市，这里的物资才叫真正的海量。我一排排的货架摸过去，一整排巧克力，一整排饼干，一整排薯片，不到半小时，我以极快的速度，整个超大仓储超市被我扫得干干净净。倒计时结束，总收获14800立方空间。我靠在空仓库的货架上，拧开一瓶冰可乐灌下去，冰凉的液体划过喉咙，满意的眯起眼。14800立方，可能你没有概念，差不多抵得上一栋10层大楼吧。全市最大的商场已经被我席卷一空。我马不停蹄朝着停车场走去，地下车库还没乱，我昨天停车时就故意停在出口处。我不再犹豫，一脚油门踩到底，汽车全速冲出停车场。此时还不到7点，城市本该苏醒，却因清晨的丧尸病毒陷入死寂。前2小时，早起的早餐店、环卫工还有医院是最先遭殃，上班族们更惨，特别是挤在公共交通里的那一批，那才是真正的地狱开局。我心里清楚，这还只是初期，还有大量的人困在家里没出来。现在趁着所有人没反应过来，正是离开的最好时机。等会儿爆发集体逃离潮，整个交通都会彻底瘫痪。可我却没急着往防空洞赶，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突然，一个年轻女人张开手臂拦在路中间，还好我及时刹住了车。路边，她男朋友正扶着一个摔倒的老人，我一看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停下车，这里有人晕倒了，麻烦送他去医院。女人站在路中间不肯让开，我看着面前的女人，眸光微冷，右脚把油门踩到底。拦路的女人被我马力全开吓了一跳，好在最后及时躲开了。什么人啊，不帮忙就算了，还想撞我，冷血、自私，毫无同情心。现在的人都很自私，像我们这么热心肠的人。然而他们还没骂完，我就听到了她老公的惨叫声。我在后视镜里看到女人也被她老公扑倒，只瞥了一眼就收回目光。善良、热心，抱歉，那是天堂才有的东西，而这里是地狱。我全速加油40多分钟后，顺利冲出市区，开到郊区路上。我没有直接回防空洞，因为我的夏天还在仓库帮我看守着物资，我不可能丢下他。刚打开门，夏天就兴奋地叫起来，上前揉了揉他的脑袋。辛苦了。时间仓促，我赶忙把仓库里昨天采购的物资全收进空间，关上门，带着夏天直奔防空洞，我的末日避难所。1个小时后，我瘫在从商场扫荡来的超柔软云朵沙发上，打开一瓶可乐，和夏天一人一狗在超大电视机前看新闻。紧急通知：全国大范围出现攻击现象，请所有民众不要出门，关好门窗，等待救援，等待救援，等待救援。国家台掐断了所有信号，统一播放通知，等待救援连写3遍。我对这一幕再熟悉不过，上辈子末世爆发时，电视台也发过这样的公告。可只有像我这种经历过的才明白，末日后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搜集物资。我看着自己搭建的防空洞，眸光亮起，我要把这里打造成真正的钢铁城堡。我在防空洞外的草地上，用前阵子收集的木材搭了个简易的围栏，手一挥，之前买的20几只鸡鸭全进去了，它们之前被我收进了空间里，我的空间可以吸收这些鸡鸭，对夏天却不起作用，对人就更不行了，大概是只能吸收一些没有智力的简单生物吧。正准备回防空洞时，
检测到基地存在家禽积压，奖励繁衍力升至最高且永无疾病。还没来得及高兴，另一道声音传来。检测到末世正式来临，基地基础防御结束，奖励 A 级大礼包，恭喜获得全基地安全度提升100%，金弓弩箭塔、短剑100篓，最先进高功能装甲车，燃油1000吨。随着系统奖励落下，草地上突然多出一个塔楼状的箭塔，空间里多了1000吨燃油和一辆超漂亮的豪华装甲车。我先把装甲车放了出来，迷彩花纹的超大车身在阳光下泛着钢铁的冷硬光泽，霸气十足。上辈子开过装甲车，但从没开过这么好的。这车在丧尸群里横冲直撞，绝对没问题。好宝贝，夏天，我们走。接着我直奔箭塔，顺着楼梯上去，就进了系统奖励的金弓弩箭塔。8扇长条形窗户形成完美的狙击视角，能覆盖基地方圆1000米，还配备上强力金弓弩，边上整齐码着10篓短箭。我拿起一支箭搭在弩上，瞄准树林里的一棵果树，短箭破空而出，苹果应声落地。我立刻带着夏天跑过去，将短箭给拔了出来，还能再次使用。几乎没声音，穿透力还强，这简直是末世最适合的武器。心满意足地带着夏天往回走，看着越来越强的基地，忽然想起系统奖励时说的 A 级奖励，要是完成度更高，奖励会不会更多？回到防空洞后，从空间取出食物，一人一狗大吃了一顿，接着就开始在基地里做体能训练。这几天必须把身体素质练回巅峰状态。刚练没多久，脑海里叮的一声，超级领主系统开启，限时10天宿主战斗力提升将获得奖励，最终奖励将以完成度评级。我眼睛一亮，原本就卯着劲训练的我，瞬间更有干劲了。这次必须拿到100%完成度的奖励。我在防空洞内部开启了变态强度的军事化体能训练，354、355、356。一身暴汗的结束360组训练，最后一个平板支撑做完，浑身像散了架，一点力气都没了，身体被彻底榨干，却能清晰感受到极限在一次次被打破。我在变强，在提升。这套训练法是当初在基地里我最忠心的小弟徐少阳教我的，他以前是部队军人，末世爆发后到 A 市救援却被上面放弃了，同伴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他流落到我之前待的基地，是我救了他。他一直闷闷的不爱说话，只会埋头执行命令，是我最锋利的刀，多少小队想挖他，他都不动心。大概当过兵的人忠诚度都高，一旦认了我就绝不会背叛。后来在丧尸围城中，他牺牲在我面前。做完训练，想起前世种种，倒也释然。我的轨迹已经变了，上辈子的人和事，大抵是碰不到了。人要知足，这辈子有夏天陪着，够了。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还是先围着防空洞跑个1万米，顺便查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目前这里还没有发现丧尸的痕迹。洗完澡后再食用早餐，同时打开电脑查看外面的状况。现在是末世爆发的第3天，网络还能用，屏幕上全是各种求助信息。救命！我困在卧室，爸妈拼命拍门，3天没吃饭了，最后一瓶可乐都喝完了，谁来救我？有没有人认识盛世花园 A101 的业主？我女朋友失联3天了，想知道她怎么样了。不是说有救援吗？等了3天了还没来，我家已经没有水了。我记得上辈子最先断的就是水源，自来水厂的净水池被污染了，有水也不管使用，电力则持久些。像我们是这种电力系统完善的，上辈子撑了3个月，网络系统虽然没人管，可依旧可以使用。电断了，网络才跟着没，关了电脑转身又投入训练。10天强化期，每1分钟都得抓紧，一晃又是7天。这7天，我的生活只有训练、洗澡、吃饭、训练，一天24小时有18小时都在练，身体素质肉眼可见的提升，力量直接提升2倍，速度也大幅度提升，又把上一世的格斗术重新练了起来。同时放倒5个大汉不成问题，丧尸对我来说更不是威胁，除非几百只丧尸将我围住，像上一世那种。结束今天的训练后，我又吃着酱牛肉补充能量，有消耗就得有输入。吃得多，消化快，这些能量都会变成强健体魄的一部分。我给夏天单独熬了一大锅牛骨汤，满满都是牛肉，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我跟夏天一人一狗在基地里痛快吃喝，而此时的外面早就天翻地覆了。末日爆发后的第10天，民众家里的余粮几乎都已经见底，陆续有居民被逼着冲出去找食物，可能在丧尸群里全身而退的真没几个，10个出去找食物的9个得死，这话一点不夸张。我看着各大平台的视频，前期人们对丧尸的恐惧和没经验，让他们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这时监控器突然发出滴滴的报警声，这代表着有人闯入了监控画面内。我立马冲到监控控制台前，超多监视屏幕里的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屏幕亮了起来。看到画面时，我微微一怔，是我之前租的仓库的监控。末世那天走的急，忘了拆。这女的大半个月前找我租仓库，我看到她这里前段时间天天有快递车进出，肯定有物资。可这是租给人家的，进去算违法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违不违法？赶紧抢！就是。他有东西就该分给我们。一声巨响后，老房东带着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去，可看到里面的场景后全都傻眼了。我操，怎么这么空？大河，这就是你说的物资爆满？我看你是看错了吧，有车进来也未必都是给他的，几件快递几箱东西人家早搬走了。真是晦气，白瞎我们提心吊胆跟你来白跑一趟。
一群人骂骂咧咧的离开。老房东走之前气急败坏，还把监控给砸了。我往身后的椅子里一靠，心情反倒极好。早料到会有人盯上，才特意租的仓库转移物资。只不过我这人惯来小心眼，这个砸我监控的老家伙我记住了。次日，我在坚持了1个小时的平板支撑后，奖励终于来临。提升体魄时间结束，开始评级，宿主体能提升100%完成，恭喜获得 S 级奖励，速度翻倍，耐力翻倍，受伤后愈合速度翻倍，奖励超时代格斗术，无重大伤害情况下长命百岁。奖励发放的瞬间，身体剧烈的变化涌来，全身上下充满使不完的劲儿。我走到基地外，看着我的宝贝装甲车，心里突然涌出一股想抬起它的冲动，抓住一边车架，两脚扎稳马步，手上一发力，20吨的装甲车竟被抬起了1厘米，在是速度爆发状态下全速奔跑，轻轻松松能跑出世界冠军的水平。现在的状态都能媲美普通的速度异能者和力量异能者了，这奖励实打实的赞。试过体能后，我又拿出那本格斗术秘籍，所有招式精准狠辣，全是杀招，难怪叫超时代格斗术。这天傍晚，我站在自家塔楼上环视四周，眺望前方的市区，却发现整个市区都是漆黑一片，看来是提前断电了。毕竟丧尸病毒都提前爆发了，一切不可控因素都在变，看来这一世的难度远比上一世高。电力是基础能源，上辈子我在家全靠电力做饭，晚上还能通过声控灯和监控观察丧尸情况。现在没了电，城市里的求生难度又得飙升一大截。监控画面里红外摄像头的最远画面，能看到树林外的公路上，不少车辆急速驶来，他们疯了似的往城外逃，身后跟着一长串追跑的丧尸。漆黑中，不少车被撞，急刹车和碰撞的声音在夜里格外清晰。半个月时间，足够所有人接受事实，尤其是等不到救援这件事。今天全市停电，成了压垮所有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现在除了拼命逃出城，什么都顾不上了。我知道新一波逃亡潮要开始了，毕竟在城市里待着最不安全。第二天一大早，站在塔楼上用望远镜查看，小路外的公路上已经布满车祸现场，主干道上游荡的丧尸开始增加，有的围在车祸车辆旁啃食，有的漫无目的的游荡，甚至有不少闯进了我的领地范围，向我这边的树林里走来。我拿起弩弓，本想射杀一只不长眼的丧尸，却又停了下来。杀丧尸干嘛？有丧尸在领地周围游荡，这不就是天然的卫兵吗？我举着望远镜往外看，甚至有点遗憾基地路口的丧尸太少了，我得多弄点过来。半小时后，我开着装甲车到了领地外围，把车停在树林里，带着夏天徒步往公路那边走。越往外走，血腥气越浓。夏天，你在周围帮我看守，看到丧尸别打死打残就行了。夏天汪了一声，表示听懂了。这场病毒不会感染动物，所以升级后夏天简直是丧尸克星。我则将准备好的几袋鸡血全都撒在了去我基地外的树林里。丧尸对这种血腥味最为敏感，等到树林里充满丧尸，应该不会再有不长眼的过来了吧。做完这些后，我才心满意足地带着夏天返回基地，和夏天一起洗完澡，刚擦干头发，就听到基地监控的报警声。我立刻前往监控室，只见一辆载满货物的皮卡正从大路上往我基地方向赶来。好家伙，那么多丧尸还往里闯，摆明了是冲我来的。我来到箭塔顶层，端起弓弩，目光锁定进入攻击领域的车轮胎，破空声落，紧接着是一声爆胎声，皮卡也惯性向前冲了下，就停了下来。没一会儿，车上下来4个大汉，其中一个身影我看着眼熟，不正是当初租我防空洞的中介吗？我听不清他们在交谈什么，但很明显是想来霸占我的防空洞。接着他们又继续上车，虽然爆胎了，还是能艰难地向着我这边驶来。既然你们不死心，那自诩人类道德地板的我怎会再给他们机会？我再次拿出弩箭朝着他们射去，这次我在箭尾上绑了一些鸡血，全都射在了其他的车胎上。当他们发现车已经彻底动不了之后，周围的丧尸也全都围了过去。既然你们想找死，那就留下来给我当守卫兵吧。让夏天把丧尸全都驱赶到外围，我则去收回留在车轮上的短剑，走到皮卡后面，手一挥，把车上的物资全收进空间，满载而归的一天，全当这群不长眼的王八给我的赔罪礼。返回基地后，我把搜刮来的战利品倒出来查看，嘴角忍不住上扬，10箱满当当的泡面，5箱大米，2箱饮用水，1箱新鲜的肉类蔬菜，还有1箱子没摘价签的黄金，一看就是路过金店时特意抢的。看着这30-40斤黄金，我由衷感慨，人对黄金的喜爱真是刻在骨子里。不过他们带黄金没错，末世里有流通价值的也就这玩意儿了。把物资分门别类送进仓库，还缴获了一支警用手枪。这群暴徒肯定搜刮了不该碰的地方，我忍不住给自己贴了个为民除害的标签。像我这样充满正义感的热心群众可不多了。刚整理完，脑海里就响起系统提示：检测到基地保卫战，顺利击败敌人4人，缴获物资20箱，恭喜获得26积分，系统商城开启。积分商城，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商城面板，里面堆满了物资、食物、药品、枪支武器、基地建设材料，每样都标着属性和价格。能量棒5积分，抗饿10小时；面包8积分，抗饿20小时；白药20积分，止血镇痛，意图极好。武器界面更诱人，各种枪支带附加伤害和命中，全是宝贝，就是价格太贵。我现在只有26积分，看得眼馋，甚至开始期待下次有人入侵送积分了。正想着，监控器又报警又响了，
我来到监控室查看，暗淡的天幕下，几辆大车停在监控范围外。我心里一喜，这么快又来送人头，可他们只杀丧尸，没往我领地闯，反而打开后车门放出了一群狗，很快又重新上车离开，只剩狗群留在原地，望着车离开的方向追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我有点疑惑，这是在干什么？但他们走了，我也没有再管。次日一早，我照旧在防空洞周围跑步，现在10000米对我来说只是热身。吃饭时打开手机监控，发现那群狗还在公路上，大概14、15只，蹲在昨天停下的地方，像是在等主人。这时手机弹出一条公众信息：A 市救援行动开始，救援车辆进入 A 市，请幸存者尽快到达以下集合点集合。我瞬间明白了，昨天路过的是救援队，这些是他们的狗，开着装甲车到基地外围，主干道上的丧尸被清理得干干净净，15条狗子守在路口，眼巴巴望着城市方向，精神状态都不好，身上还带着伤，一看就知道他们昨夜应该经历了大战，但没等到主人，他们还是不会离开。末世里都身不由己，遇到我以后就跟着我吧。我从空间取了一些生肉喂给了他们，每只狗吃的狼吞虎咽，估计很久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我看到那只腿部受重伤的狗，咬了咬牙，花了20积分换了一瓶白药。2条，记住你新主人的恩情，这可是20积分换来的药，以后老实跟着我。我永远不会抛弃你。我一边碎碎念，一边给它包扎。倒在地上的狗狗似乎听懂了，一双人性化的眼睛默默盯着我，尾巴微弱的晃了晃。刚包扎完，脑海里就响起系统提示：检测到基地新增战犬15只，忠诚度100%，奖励基地犬健康值恢复满级，基地整体再度升级，积分150分。身边的狗群瞬间精神，他们眼里重新燃起的光充满了生机。这一次真是血赚，不仅得到了150积分，基地更是迎来又一次的升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基地升级后的样子了。我刚回到防空洞，就发现这里已经大变样了，外围的铁丝网全都变得更高更粗，哪怕尸潮再次爆发也能扛得住。防空洞内部更是让我惊喜，原本的墙壁处增加了许多的暗门，暗门后都是一个个房间，我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把它变成想要的区域。我把一个房间内放入整个监控系统，这里以后就是我的监控室，又在另一个房间内放上所有的健身设备，这里立马就变成了训练室。在最里面的房间放上一张从商场零元购的大床，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卧室了。每个房间还都单独配备了通风口和水电系统，还有专门的下水管道，简直不要太周到。想到这，我立马打开了系统商城，食物页面已经更新到10项，从5积分的能量棒到100积分的超级能量液，全是快速补充体能的宝贝，饱腹时长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不过我对食物没需求，反倒是药品栏新增的2样东西让我眼前一亮，除了20积分的白药，还多了50积分的超级创可贴和100积分的急救单。点开详情一看，超级创可贴贴至一切伤口，快速修复包括动脉在内的损伤；急救单只要还有一口气即可急救回生。我惊得挑眉，这意思是脖子被割了贴个创可贴都能好，急救单更是逆天。再往下翻，竟看到了丧尸病毒抑制剂1亿积分，竟然有抑制剂，丧尸病毒能解？惊喜过后看到价格，我瞬间沉默。1亿积分，以我现在156积分的身价，只能告辞。但是系统商城里藏着这种逆天宝贝，拿出来绝对震惊世界。1亿积分，再难也得攒，必须给自己备一支。看完药品栏，武器栏更是让我馋得流口水。普通 P5 要500积分，冲锋枪和散弹枪起步5000，我看中的 AK 标价8000积分，杀伤力比外界高一个档次，绝对是末世神级武器。商城末尾还有个上锁的界面，显示需5000积分解锁，真好奇后面藏着什么好东西。尝试点击积分获取渠道，眼前出现3行提示：完成系统任务奖励积分，拓展领地面积获得积分，增加领地成员获得积分。从明天起就开始往外拓展领地，努力赚取积分。次日一早，我没再围着原有领地跑，而是直奔后山。我让所有的狗子分散在后山的各个方位，清理掉里面所有的丧尸，然后再在山脚下竖了块碑：私人领地，前有恶犬。检测到领地面积拓展1倍，奖励1000积分，初次拓展领地，奖励领地连心。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只要是我或者狗子们丈量过的地方，就会成为我的领地。仅仅一个山头就赚了1000积分，那要是打下 A 市，1亿积分岂不是指日可待？闭眼感受领地连心的奖励，脑海中自动浮现出后山和防空洞的地形全貌。外来生物进入时，第6感能第一时间预警。夏天，西边500米。半分钟后，他已经解决了一只溜进领地的丧尸。这玩意比监控实时定位还准，有了它，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感知。接着我又开始清理防空洞钢丝网前方的区域，一直清理到公路边，同样立了块碑。检测到领地面积增大，奖励500积分。立在原地，我开始琢磨下一步往哪扩展。左边是通往 A 市的平坦公路，右边是人烟稀少的别墅区。想了想，还是先从右边开始吧。城市里人和丧尸太多了，先把外围10拿9稳的占领了再说。一直跑到晚上，才终于是又扫到了一个山丘，积分再次增加1000。回到基地后，我大手一挥，从空间放出大批的新鲜牛肉。大家辛苦了，开饭。我这人对伙伴从不吝啬，我吃肉，
手下也得有肉吃，自己则拿出热腾腾的韩式炸鸡套餐，这是之前在商场囤的，物资太多吃不完，顿顿换口味。第二天照旧拓展领地，今天开着装甲车出门，目标是山间别墅区，那曾是有名的富人楼盘，只有10栋别墅，据说一半都没卖出去，入住的更是寥寥无几。我开着装甲车到山间别墅区后，先派出狗子检测附近是否有活人，东风南风搜左边，西风北风搜南边，红中白板往上搜，2条发财守在原地，有人出现就叫我。我不慌不忙拿出一块牌子砸进地里，上面写着私人领地擅闯者死。没过一会，狗子们陆续回来，可脑海里迟迟没想起系统提示。我扫了眼10栋别墅，心里了然，看来得把这些别墅都扫荡一遍才行。留下4条狗在外警戒，带着东南西北开始扫荡。第1栋别墅明显没卖出去，大门还是原始锁具，在大门口邮箱上留下一个下字，脑海里随即浮现出新的地图轮廓。领地扩大500平方，奖励100积分。我微微一笑，这才对嘛。继续扫荡其他别墅，前面几栋只有2栋有装修，其余全是毛坯，没见到半个人影。不想在搜寻9号别墅时，遇到了末世以来的第一个活人，在他身后的屋子内还站着他的妻子和一个5、6岁的小女孩。除了你这里，其他地方都是我的地盘，不许进。说完便转身走向另一栋别墅。虽说是末世，可让我无缘无故的杀害同类也有点别扭。男人突然叫住我，那里面有吃人的丧尸，别去。我没有回头，继续向着最后一栋10号别墅走去。没一会功夫，3声闷响，3只丧尸顷刻毙命。杀丧尸对我来说就是小意思，意外的是在其中一只丧尸脑袋里找到一枚晶核，这东西上辈子很多基地都在高价回收，肯定有用。这时脑海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检测到丧尸晶核，开通全新积分兑换，一枚普通1级丧尸晶核价值100积分，是否兑换？我果断选择兑换，手上的晶核消失，脑海中随即传来提示：奖励白药1份，急救丹1粒，奖励作战服1套，奖励左轮手枪1把。真是意外收获，光是白药和急救丹就价值120积分。这把左轮手枪我在武器页面见过，好像要5000多积分。我把东西都先收进空间，又扫荡一遍地下室，在这里倒是搜刮到不少好东西，一柜子价值不菲的红酒，保险箱里的金条珠宝，外加车库里还有1辆摩托车、2辆跑车，现在全都是我的了。离开时，在大门口写上一个大大的下字，脑海中的领域地图也随之添上了这栋别墅的面积。至此，这片别墅群除了9号别墅，其他的全都被我攻占下来。刚走到主干道时，面前出现了一家3口，正是9号楼的那家人。这位小姐能跟你做笔交易吗？我是植物学家，能培育新型作物，想和你换些食物。他让女儿递上来一大箱子青菜和豆芽，我看着这些东西挑了挑眉。你就不怕我把这些都抢了？男人摇了摇头，培育这些对我来说不算复杂。他抬手示意，箱子里的一盆豆芽正急速向上生长。我瞬间明白他是一位木系异能者，怪不得能带着老婆孩子在末世里坚持1个多月，能安稳的在家保护老婆孩子，确实有点本事。只不过只有蔬菜孩子会营养不良，可我根本不需要。你们自己留着吃吧，家里的菜早就多到吃不完，哪还需要交易？我刚要转身离开，男人却慌了神，立刻叫住我：小姐，你需要什么？我们全家可以给你干活，每天生产的青菜送1半给你。我正走着，脑海里传来提示：检测到领地居民投靠，接纳领地居民将获得积分300，获得领地居民特种属性。我瞬间来了精神，立马同意。获得对方的特种属性，这也太牛了。而王佑民夫妻看着我，忽然像看到需要仰视敬畏的存在，不由自主的想臣服。同时我体内感受到一股非同寻常的能量在运转，伸手碰向小女孩那盆菜，箱子里的菜立刻疯长，势头比他掌控时快多了。王佑民夫妻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我是更厉害的异能者，又是感激又是惶恐，自己有能力却还愿意接纳他们，真是太仁慈了。我在他们大门口的信箱上刻了个大大的下字，这片地图总算彻底补齐了。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领主，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以后还会根据贡献给奖励。王佑民夫妻激动的连连应和。末日下最需要的就是庇护和食物，我让他们女儿王云朵跟我去取物资，反正他们这里离我的防空洞也不是很远。考虑到他们家估计没法长期保存，第一次没给太多，就1袋大米、1箱牛奶、1板鲜鸡蛋和10斤猪肉，把东西挂在车上，让红中和白板拉着，顺便护送他回去。以后他们家的产出也由他每天送过来。次日，王云朵来送每天的产出，1箱青菜、1半豆芽、1半白菜。检测到一户领地产出，奖励3积分。接过蔬菜时，系统提示响起，原来每天接收领地产出，我还能得积分，数量似乎按人口算。王佑民家3口，每天贡献3积分，我惊喜不已。返程时给他奖励了1袋子种子和1根棒棒糖，回去让你爸妈种点别的。是的，领主大人。王云朵软糯的应着，在白板和红中的护送下带着东西返回了。他走后，我拿出地图规划下一片攻占区域，向左到别墅区就差不多了，向右是公路，那条路上许多逃跑的人都成了丧尸，目前还是不去为妙。向北拓展可能会碰到 K1 基地的人，想了想，我还是打算向南，往 A 市方向推进。我开着装甲车一路向南推进，沿着公路清理出20亩左右的无人区，让狗子们灭掉领地内游荡的丧尸，缴获了少量物资，基本是公路车或车辆上的。
回家后清点了下，4袋半大米、半袋面粉、5箱方便面，变质的肉类、菜类、面包全扔了。收获不算多，但积分奖励可观，有2000积分，这也是我主要需求。我囤的食物几辈子都吃不完，我需要积分去兑换系统商城里的高级物资。在接下来几天里，我每天都去拓展领地，脑海里的地图扩大了4、5倍，积分也快7000了，离想要兑换的 AK 不远了，继续加油！就在我打算一鼓作气干到8000积分时，脑海中的领地地图突然出现一群红点，丧尸是灰点。这是活的入侵者，而且就在防空洞外的区域，正往我的防空洞去。我的几只凶猛的狗正隔着铁丝网，对着他们疯狂地叫着。我通过监控的喇叭传出声音：只警告一次，1分钟内滚，否则咬死不负责。现场所有人都皱紧眉头，目光都聚在中间那个被人搀扶着的重伤男人身上。男人紧拧眉头，低沉的声音响起：我们是 K1基地的卫兵，现在遇到困难，能不能帮个忙？59秒。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我们可是因为救人才遇险的。30秒。我直接把时间卡了一半。算了，帮忙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你不该道德绑架，我们撤吧。可是你伤得这么重，救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没地方撤了。这时，其中一位特战员突然对着大门跪下：里面的同志，算我徐少阳求你，你救救我们队长，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弄到。正在开着装甲车往回赶的我，突然惊了一下，徐少阳，我上辈子最忠心的小弟。我赶忙加速，没一会也终于赶了回来，将车停在了他们面前。一下车，我就径直走向那名跪在地上的少年面前。你真是徐少阳？对，我是徐少阳。行，进来吧。一群人面面相觑，虽不明所以，却还是赶忙跟着走了进来。我并不担心放他们进来，一来我相信徐少阳的人品，二来这几个残兵败将在我手里撑不过1分钟。徐少阳赶忙叫住我：小姐，你这里有没有药品？我们家老大快不行了。我看了看已经晕倒在地上的那名队长，救他，我有什么好处？小姐，只要你能救队长，无论什么要求，我一定照办。徐少阳一脸认真，我要的就是这句话，玩味的笑了笑。简单，我就要你。徐少阳的脸瞬间从脖子红到耳后根，半天说不出话。战友们看他的目光一言难尽，这是被女魔头相中，要留下做压寨老公了吗？小姐，我是个人，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你留下来，做我的手下，以后只给我一个人卖命。那不行，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回部队。那你慢慢考虑，想救他就留下。我转身就准备离开，看着我的背影，徐少阳攥紧拳头。小姐，你真的能救我队长吗？当然，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保证他不死。我无比笃定，有系统的急救单在，就是这么自信。徐少阳沉默3秒，郑重回答：好，要是你能救我队长，以后我徐少阳的命就是你的了。少阳，徐少阳。队友们急了，好像下一秒我就会吃了徐少阳一样。我看着这群人一脸无语，今天为了招安宝贝徐少阳，我可是用尽了好脾气。我看向徐少阳，把人背上，跟我进去。防空洞内，我让徐少阳把人放在地上，随后拿出一颗急救单给他们队长服下。徐少阳看着他们队长舒缓了很多，满心感激。小姐，以后我徐少阳的命就是你的了。我满意的看着他，知道他这话一出就是一辈子的承诺。我叫曼夏，以后叫我老大就行。是，老大。他斩钉截铁。这时我脑海里立刻传来提示：检测到基地守卫+1，奖励1000积分，作战服一套，获得守卫特殊属性。我感受着体内的波动，我记得徐少阳是水系异能者，我也获得了他的异能。我把新得的作战服送给了他，并给他一瓶系统商场里的白药。行了，别傻看了，去卫生间处理伤口，然后换衣服。没一会功夫，徐少阳换好衣服出来，并借口要出去看看兄弟们。我知道他肯定是尝到了那瓶白药的强大，想拿去给他的兄弟们也用一点。随意点头答应。中午我拿出丰盛的食材，做了一大桌子的菜招待徐少阳，他的兄弟们也跟着享福，吃到了末日来最好的一顿，每个人都吃了好几碗。我趁机鼓动：如果你们跟着我干，天天有肉吃。就在这时，一道冷清男声响起：这位曼夏小姐，谢过你的好意。原本吃饭的几人立马激动地冲过去：队长，队长！只有徐少阳留在原地，眼里虽有惊喜，却坚定地站在我身边。感谢小姐，在我受伤期间照顾我手下，陆其言感激不尽。别光说空话，感激就给实际的。陆其言脸上没任何表情，从背包里拿出一袋自封袋，里面满满都是透明闪耀的丧尸晶核。这个可以吗？我眼睛瞬间亮了，一把夺过袋子，目测30-40枚。行吧，勉强够了，你们可以走了。其他人立马收拾东西。陆其言看着站在原地的徐少阳：少阳，你怎么不去？队长，他去不了了，他为了救你，把自己卖给那位大姐了。徐少阳立在原地，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徽章。队长，我不能跟你回去了。陆其言眉头紧皱，声音冷厉：C1部队特战队徐少阳，回队。喂，那是我的人，你指挥谁啊？陆其言严肃地看向我：小姐，欠你的人情我会还，人我必须全带走，我手下一个都不能少。老子的人也一个都不能少。晶核100枚，不换1000枚，多少都不换。两边焦灼时，徐少阳道：陆队长，我是自愿留下来的。徐少阳目光坚定地看向陆其言，同样，陆其言也是这样看他。我明白他们特种兵小队里所有人的感情都不是一般的深厚。你真的想好了吗？是的，陆队长。陆其言不再说话，他接过徐少阳手心的徽章。我暂时替你保管，想回来
随时。徐少阳眸光感触了一下，最后依旧坚定。陆队长，保重。早上一觉睡到了8点，有了徐少阳这个小弟后，我轻松了许多。他每天会比我早起来2个小时，把防空洞外的菜田收拾得干干净净。鉴于他的忠诚，我给徐少阳增加了一个仓库的出入权，让他把物资都放进那个仓库。仓库只存放每天产出和搜寻的物资，而我自己的食物绝大部分还是放在系统空间里，那是我的终极后路。上午，王云朵每天都会送来居民的产出。领主大人，这是你上次给我的种子，我爸爸培育出来的草莓。我看到今天王云朵带的食物里多了一小盒鲜嫩红艳的草莓，眼睛一亮。没想到他真的培育出来了，我对此很满意，又拿了1包麦子种子给他，额外奖励了1包糖，带回去给你爸爸，让他继续种，种好了有奖励。是，谢谢领主大人。还有我爸爸说，你这里有没有食用盐？我们想跟你交换一点。我转身回去拿了1包盐，另外又写了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各种生活物资，全都需要用积分去换。1包500克的食用盐1积分，1壶5升的油10积分，1瓶洗发水10积分，1枚鸡蛋1积分等等。而积分要用它产出的食物来换，1斤粮食1积分。我还特意备注，稀缺食物或物品可以提价回收，这积分制度很有激励性。王佑民看到后肯定会全力产出，好兑换物资，把唯一一户居民安排好。我让夏天带着几条狗留守基地，今天打算和徐少阳以及另外几条狗子再度外出拓展领地，收集物资。老大，昨天我们回来的那条公路上还有不少物资，前面似乎有重大车祸，所有车辆都堵在上面。好，去那里再拓展一块出来。我坐上自己的大装甲，让徐少阳开车直奔他们昨天探索的区域而去。1个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一条高速公路上，眼前是高架高速公路的8车道收费站。一场极为惨烈的车祸把这里完全封死，前后的车辆都堵得严严实实。少阳，你先在这里清理车祸，我先上去看看情况。我留他在下面清理路面，并给他留了2条狗子帮忙看守，自己则带着剩下的狗子先上去，一会把物资吸进空间，等下随便开一辆车回去就行。车祸附近没什么丧尸，看样子应该是都溜达到别处寻找食物去了。我徒步走到收费站，收费站的人工口里关着一只丧尸，从窗户缝里伸出手想来抓我，我顺手抄起一柄长条铲子，顺着窗户缝隙精准插入收费亭，彻底让它安静。铲子拔出时带出一颗金盒，我满意的装进塑料袋里，真是意外收获。随手往内丢了1枚1元的游戏币。这个就当是过路费吧。我检查了好几辆车，终于找到一辆钥匙插在上面，油够、车况完好的货车，在车上做上标记，一会就开这辆车回去，在里面随便放点物资就行。接着我再去别的车吸物资，徒手扯下一辆集装箱，车尾锁，系统奖励过的身体力量已经达到变态的程度。打开集装箱门，面前是一整车的快递箱子，我一个不留全吸走了。拆盲盒是回去后的事，现在得赶紧抢物资，吸完1辆。再去下一辆继续重复，没一会功夫就把几10辆车全都搬空。唯一遗憾的是3辆冷冻车，打开车门时里面的东西全臭了。末世开启1个多月，这些要冷冻保存的早就坏了，我只能放弃。正在可惜时，突然看到前方不远处路边上竟有一座加油站，我赶忙带着狗子们向着那边跑去。末日下油可是稀缺资源，靠近加油站时，终于看到了丧尸的影子。不大的超市里静观着一大群丧尸在游荡，看得出当时车辆被堵在高速上时，不少人跑到这里求救抢物资，只可惜还是没能幸免，全变成了丧尸。路上的丧尸都走了，只有他们被关在了这里。他们听到我这个大活人的动静，瞬间从慢吞吞的机械状态变得癫狂。我敲碎一扇玻璃门，让里面的丧尸一个个出来，狗子们守在门口，出来一个杀一个。我则找了几个空桶去收油，那些狗子的体魄都被系统升级过，对付这些丧尸不成问题。没一会几个油桶都装满了，可我还是觉得太少，这才哪到哪。像这种大型加油站起码有5万升的油，按50升加满1辆车来算，能加满1000辆车都不成问题。我尝试用精神力分割空间，记得系统奖励空间时是1立方1立方给的，应该能分割。等分割出一片空间后，赶忙紧抓着油枪开始疯狂吸油，这样省事多了。等我把油全都吸干以后才满意的离开，这些油够我用很长一段时间。那群狗子也很快把丧尸全都解决了，甚至还把丧尸晶盒都给我挑了出来。我用袋子将晶盒全都装了起来，大概有10几个，还有个2级晶盒，真是大赚。至于超市我根本没进去，里面味太大了，而且那点物资我也看不上。杀丧尸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晶盒，可惜大多数丧尸都没有晶盒。不过今天的收获已然满满，我准备先回基地，毕竟还有几10车的快递盲盒等着拆。我开着一辆还有油的大货车往回赶，这里面装的都是某东次日达的快递，等回去后再拆盲盒。装甲车则由小弟徐少阳帮忙开回来，他在前方一直为我开道。没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基地，让徐少阳先去做饭，我则去研究晶盒和物资。先打开系统商城面板，把今天搜集的晶盒兑换进去，总积分已经来到了18000积分。
花了8000积分将心仪久的 AK 买下来，这可是附加命中与伤害的高等 AK， 末世下最好的真理。同时也解锁了5000积分的高级商城。页面第一个是金色物品，净化液提取机，售价10000积分，限时180秒。点开详情。净化液提取机将晶核内的能量100%无害提取出来，净化液可用于提升异能，这可是好东西，毫不犹豫的闭眼买了下来。提升异能实在太过重要，上辈子我凭借人狠手腕硬混到了基地的小队长，可却没有觉醒异能，所以对异能如何提升并不清楚，只知道各大基地高层都在强调收购晶核，看来便是与这提升异能有关。我将净化液提取机放在桌子上，这是个小型仪器，上方有个开盖式的晶核入口，下方是液体出口。我拿出那没舍得用的2级丧尸晶核放进去，在出液口放了个干净的杯子，连接上电源之后，一道蓝光在仪器上显示，不到2秒，一杯无色的液体就流进杯子中。我拿起这杯透明液体，先试探的闻了闻，然后喝了一半。净化液入口没有任何味道，甚至还有一点说不出的甘甜。喝完之后，我尝试释放异能，噌的一声，眼前的一盆月季快速抽芽，枝干肉眼可见的变得粗壮，一朵朵鲜艳的月季花在枝头土蕊绽放。我眼睛顿时大亮，以我之前的异能水平，大概只能催动1根枝条生长，而且使用后身体会进入很长时间的空虚感。可现在服用过净化液后，身体还没有半点异样。我现在有水系和木系2种异能，又对着卫生间施展控水异能，哗啦一声，暴雨般的水帘冲击在卫生间里，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把墙面冲出一个大洞。防空洞本身建在山体里，这要是在外面的普通楼房，怕是能直接冲穿。这爆发力把我惊到了，我现在的实力差不多是末世5、6年那些异能者才有的水平。我满意的看着净化液提取机，这真是超级大宝贝，能把晶核能量100%转化提取，还没有半点副作用。要是被外面那些大基地知道，全世界都得震惊。我把剩下的一半净化液又喝了一半，留了一点收起来，准备给徐少阳也喝一点。出去时，徐少阳已经做好了一桌子的晚饭，我把杯子递了过去。少阳，喝口水。徐少阳看都没看就喝了，喝完眼睛一亮，这水好甜。我没跟徐少阳说明太多，两人一起享用一桌子的美味，它能提升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助力。吃饱喝足，徐少阳去洗碗，我则去外面清点今天带回来的物资。空间里的我先没动，先处理这一大货车的快递，就这拆盲盒也够拆半天的，将快递全都卸在草地上，大概有500多个盒子，堆成了一座物资小山。这一车快递里，我拆到了进口巧克力、多坚果大礼包。方便面、小零食也不少，都是大牌。此外就是服装和用品，男装全留给徐少阳，其他的让他送进仓库。最让我惊喜的是，在一堆盲盒里拆出一把没开刃的唐刀工艺品。我抽开刀匣，噌的一声，森冷的刀光晃得人眼亮，两手抓着唐刀在空中挥舞，肃杀的刀锋跃动，能感觉到它攻击力十足，砍丧尸绝对稳准狠。好刀。徐少阳从防空洞出来，看到这把杀气十足的刀，赞道：“我看向他，会开刃吗？可以试试。”好，交给你了。我把唐刀递给徐少阳，这边快递也拆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一早，我刚出防空洞大门，就看到徐少阳在外面草地上磨刀，一块大磨刀石上，唐刀被他反复打磨，配合他的水系异能随时冲洗刀身。打磨好后，徐少阳手握刀柄，在空中有力一挥，一块废木头应声被砍成2半，每个截面都整齐无比。这要是落在丧尸身上，绝对一刀一个，跟砍西瓜似的。他收刀递给我，老大，这把刀材质很结实，非常实用。干得好，下次有好刀给你也留一把。他傻笑着点头，随后像是想到什么，随手放出一道高压水柱。老大，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起来异能好像突然变强了。我看着他的异能满意点头，那是当然，我可是给了他净化液。看来以后丧尸晶核除了兑换积分，还得留一部分做净化液，每天补充一点，我俩的异能能飞快提升。一晃10天过去，这10天我们每天都出去拓展领地，杀丧尸，收集晶核，一路杀到城市近郊，把防空洞到近郊的丧尸全清了，才获得30几枚晶核。晶核虽少，但转化的净化液带来的异能提升肉眼可见，我俩的异能都在快速进步。此外，又在系统商城发现了另一个逆天商品——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拥有侦察与击打一体的装备。详情介绍里说，能同时操控多架无人机在领地巡航，发现入侵者自动报警，还能一键确定是否击打，看着十分心动。就是这价格要10万积分，还限时10天内购买。下一个小目标就是它吧。不过附近的丧尸都被我杀光了，我得找个人多的地方杀丧尸。打开电子地图，我的目光落在城市近郊一个大型粮食加工厂，这是 A 市最大的粮食加工厂，员工高达数万人，也就是说里面现在有将近上万只丧尸。我瞬间来了兴致，上万只丧尸全杀了的话，怎么也能得到几千个晶核吧。说干就干，我立马找到正在外面忙活的徐少阳。少阳，今天咱们去趟工厂。他二话不说放下活计陪我前往，他对我只有绝对服从，是劳模中的典范。我照旧留夏天和几只狗子守基地，带着8条狗子开上装甲车向粮食厂出发。路程较远，但一路都是我的领地，畅通无阻。1个半小时后到了工厂附近，这座粮食厂在城市近郊，周围几十里是农田，人烟稀少，工人是全封闭式管理，吃住都在厂里，放假才会去市区。路边一辆公交车一头扎进农田，车门打开，里面有干涸发黑的血迹，却空无一人，可想而知事发时的混乱。工厂大门紧闭，
保安亭空无一人，现场十分安静，透露着一种莫名的诡异。该不会当天放假了？不可能。就算轮休，厂里也该有不少人。这里绝对是丧尸重灾区。我让徐少阳一脚油门，装甲车暴力碾开大门，进入偌大的工厂区。面前很快出现一栋超大联排大楼，分为住宿楼、食堂区、厂房和行政办公楼。车门打开，我和徐少阳外加8条狗子立在了工厂宿舍楼前。先从好杀的地方开始。恭喜发财！你们全都守在门口，有异常情况立刻通知。几只狗都应声守在原地，保障门口安全，这样能避免杀到一半被外面丧尸包圆。进入大楼，眼前的长廊一片安静，1楼所有房间大门紧闭。我向前抛出一个重物，声音在寂静的宿舍楼里回荡，顿时所有紧闭的房间都传来骚动，楼道里却依旧安静。我谨慎地在原地等了3分钟，很好。丧尸全关在房间里，外面没有游走的。确定大环境后，我和徐少阳兵分2路，一左一右开始破门杀丧尸。第一个房间打开后，4、5个丧尸乌熬着扑向门口，他们太久没见过食物，眼里全是嗜血疯狂的光。我挥舞着唐刀，寒光在空中闪过，几只丧尸的脑袋直接被削掉。环顾宿舍内部有4张上下铺，每张床都铺着用品，看来普通员工宿舍楼应该是8人一间。这里丧尸有5只，估计有几人在上夜班，杀完一间再杀下一间。以我现在的速度，3分钟可结束一间宿舍，半小时清空1楼，再如法炮制清理上面5楼。1个上午我们清完一栋宿舍楼，整栋楼没有活人，全是丧尸，一共杀了1000多只，收获300多枚金盒。后面还有2栋宿舍楼，我们并肩清理，每清完一栋休息10几分钟，在装甲车上吃了加热即食的饭团当午饭补充能量。傍晚时顺利清完工厂3栋丧尸宿舍楼，一共杀了3500多只丧尸，缴获1000枚金盒。我看天色暗了下来，末世里黑夜比白天凶险万倍。我从不在晚上搞事情，而且现在金盒差不多够了，能回去兑换查打一体机系统。我们先回去，明天再来。好，我和徐少阳刚上车准备离开，这时一道喇叭声传来：救命救命！工厂主楼的天台上，20-30人正大力求救，一条用衣服拼接的横幅横在面前。徐少阳看到幸存者，立刻看向我：老大，有幸存者，救不救？我扫视了一眼天台的人群，20-30个工人站在那里，有男有女，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开始发展领地后，我需要居民帮忙打理。眼前这批正是最优质的青壮劳动力，只是现在天色已晚，就算想吸纳这批人，也得等明天。不救。话音刚落下，徐少阳踩下油门，驱车离开。他就是个无情的执行机器。工厂距基地有1个半小时车程，必须在彻底天黑前进入自己的领地范围。晚上7点半，我们顺利回到基地。冲完澡后，徐少阳去做饭，我在防空洞内清点战利品。今天一共缴获1148枚丧尸金盒，都是1级的。初期的丧尸大多都还没进化到2级，我把其中1000枚兑换了积分，1枚1级金盒兑换100积分，还计算进金盒大礼包数量。恭喜获得10.04万积分，加上之前的3万多，我已经快有14万积分了。终于攒够了，我立马打开系统商城，花了10万积分兑换了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恭喜获得查打一体无人机系统。一瞬间，我能感受到意念中的领地地图上空出现了24架无人机，每架无人机各自负责监控一片区域，随我的意念可随时对地面发动攻击。我无比满意的看着自己的基地，这套屌炸天的防御系统，今天杀一天的丧尸真是太值了。同时还解锁了一个金盒兑换的大礼包，我毫不犹豫选择兑换。恭喜获得云南白药1份，奖励急救丸1颗。恭喜获得新鲜牛肉1000斤。恭喜获得太阳能发电板100块。不错，很实用的一个大礼包，有药有物资，还有能源板。不想这时系统再次响起，检测兑换超过1000枚金盒，奖励精神系异能。我在听到这个奖励的时候彻底惊呆了，稳健老练如我都没想到还能奖励异能，而且还是万中无一的精神系异能，异能者里面最顶尖的存在。我看向身边的狗子们，它们身上呈现淡淡的红色，这代表着狗子们的战斗力。我还能看到自己身上有蓝色和绿色的光在游走，这是我的水系和木系异能。看来精神系异能可以看出别人的战力和异能种类，至于还有什么能力，还得等以后慢慢摸索。今天我起了个大早，准备继续去击杀丧尸。昨天我们攻打了全市最大的粮食加工厂，总共杀了3000多只丧尸，但临走时却在工厂主楼天台上发现了10几名幸存者。由于天黑后丧尸威胁大大增加，于是我们只能先撤了回来。吃过早饭后，我们继续开着装甲车向着加工厂前进。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粮食加工厂内部，这里主干道上已经到处都是丧尸，我猜想应该是昨天的喇叭声将工厂内部的丧尸全都吸引了出来。我命令徐少阳暴躁地开着装甲车，一路横撵着零散游荡的丧尸，刚碾压过一条路，后面又被密密麻麻的丧尸重新堵上。我才发现这个杀丧尸的效率比昨天动手砍快多了，丧尸很无脑，根本不知道躲。我的装甲车足足有20吨重，外壳也都是防弹级别，因此在丧尸群里穿梭连一丝停顿都不会有。整整1个上午的时间，我们就这么像压路机一样来回在主干道上碾压，不知道到底杀了多少只丧尸。天台上的幸存者原本应该是躲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也都站在那里观赏。这杀丧尸的办法看着确实解压，直到再也没有新丧尸被吸引过来，我们才将车开到了主楼前，顺着楼梯一路来到了天台。一群人看着我和徐少阳2个人，全都跟看神明一般。你们愿意跟我走吗？我看着这些人道，我建了一个基地，
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是我基地的居民。人群里有个叫李刚的最先反应过来。那你要我们做什么？只需要帮我种地就行，我会让你们丰衣足食，在我曼夏领地范围内，你们将是最安全的人。他们这2天可是见到我们杀丧尸的手段，那些在他们眼中恐怖至极的东西，可在我和徐少阳2人手中就如砍瓜切菜一样简单。不对，今天的手段更像是碾死一群蚂蚁。你救了我们，我李刚和我老婆愿意。李刚第一个同意，他抓起王芳的手。李刚和王芳同意之后，剩下10几人都争先恐后的举起手来。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现在到处都是丧尸，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可去。当这16个人确定要跟随我之后，我的脑海里传来一道提示声：检测到16位居民加入，奖励1600积分；检测到力量型天赋者2名，奖励力量属性；检测到速度型天赋者1名，奖励速度属性。我接纳的这16人里面有3个异能者，他们的异能也都被复制到我的身上。同时，系统确认了他们居民身份之后，他们看向我的目光忽然就增加了仰慕亲近之情。你们以后叫我领主就行。是，领主大人。所有人亲切地叫着我。我拿出一颗金核，所有人听令，清理一下丧尸脑子，把他们脑子里的东西找出来。大家一时间还是有点害怕丧尸，但我的命令又让他们有想执行的冲动。谁清理的多，上缴的多，有奖励。我再给他们一个鼓动，所有人立马开始往楼下跑，生怕跑慢了就抢不到。有居民的好处就是很多活不用自己动手，我并不怕他们私吞。有精神系异能的存在，有没有人私藏我扫一眼就知道。把任务分配下去之后，我让徐少阳把工厂大门给重新修一下，将门头竖上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则有更重要的事，这里是整个 A 市最大的粮食场，生产大量食品相关的东西。我很快找到了他们的仓库，这里有大量物资，五常大米、稻米、油面粉、面条、白砂糖、宽面等等。我一个一个仓库的吸取物资，将所有物资吸入空间后，空间存量达到了10万余吨。这些粮食不说我目前的居民，就算7、8千个人吃一辈子都没有问题。没一会，他们已经将金盒都收集好，放置在自己的面前，等待结算奖励。李刚率先走了过来。领主大人，这是你要的东西，我们都收集好了。我用精神异能扫了一圈现场16人，确定他们身上全都没有私藏金盒，满意的点了点头。你把所有人收集的金盒统计一下，每个人收集了多少奖励，多少积分。积分是什么？是的，你们跟我走吧，到我的基地，我会告诉你们积分怎么用。工厂里的汽车很多，基本上都是完好能开的，让他们找了几辆跟在我车的后面。打头的装甲车像是一头洪水猛兽，为他们荡开了一条安全大道。所有车沿着我开好的路往回走，在路上我算了下今天的成果，10余吨的粮食，16个人口，以及1000多枚金盒。最让我惊喜的是，居然还有个3级金盒，这玩意拿回去肯定有大用。大家跟随着我的车，快速向着远郊而去，那里都是我已经扫荡过的领地。我带着他们来到远郊一处别墅群中，这里还空着9栋别墅。刚从车上下来没多久，王佑民一家就走了过来。领主大人，你来了。我点头示意了一下，随后挥了挥手，让身后的5、6辆车上的人都下来。以后你们所有人就生活在这里，自己找别墅住下，不要乱跑，不要惹事。王佑民，你带着他们种植粮食，搞生产，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基地的规则。王佑民听后立刻招呼他们过去，有更多人在，他们也能互帮互助。把所有人员都安顿下来后，我便和小弟徐少阳一起离开了这里。回到自己的防空洞后，先洗了个澡，然后简单吃了点饭。接着我便开始数着自己今天的战利品，1000多枚1级金盒，还有个3级金盒，将3级金盒制成的净化液全喝了。这时我的异能又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第2天我就开始忙着给居民解决水源、电源、基础物资等等问题。我把之前得到的100块太阳能板安装到别墅区内，给居民们提供了稳定电源。水源的话，我组织大家挖井，使用连同我防空洞水源的水系。在我的安顿下，别墅区附近的土地开垦了出来，土豆、红薯等产量大、生长期快的作物已经种植下去。2天时间过去后，所有人开始了生产劳动，我的基地真正步入了正轨。但同时我也感觉到了我现在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手。就在这时，我脑海里忽然传来一道声音：超级领主系统开启，攻占 A 市西部联合药业研发厂，奖励宿主电子管家。系统很少发布任务，但是每次都是强力助攻，这个电子管家应该是个很好的帮手。第2天一早，我就立马喊上徐少阳一起，朝着药业研发厂出发。车子行驶了2个半小时，在中午的时候抵达这处药厂。这处药厂非常僻静，周围几公里只有这一栋孤零零的6层大楼，全是纯白色的外立面，门前的安保设施倒是极为先进，只不过这里也是没有人了。老大，是这个地方吗？看地图显示应该是这里，只是这里看着怎么这么眼熟？我们停在药品研发厂大门前，出奇的是，这个药品研发厂大门正开，感觉像是有人进去过一样。进到这个大门之后，我们非常警惕，开着车沿着这栋联合药厂大楼外部走了一圈，先明确地形，确定这栋大楼有多少出入口，大致方位如何，遇到任何危险的逃生路径有哪些。沿着大楼转了一圈之后，我得到了以下信息：这个大楼只有一个出入口，就是正门，外面看上去上面只有地上6层，不过在旁边我看到地下车库的进入标志。在转了2圈之后，已经确定外部没有丧尸，将
辆装甲车停在正门口，只要确定这栋楼内没有丧尸，出来后再立个牌子，就算彻底占领这里。我和徐少阳小心翼翼地迈入其中，让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栋药品研发厂的门全都敞开的。我和徐少阳两人全程是走安全通道，把这一栋1至6楼每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竟发现这一整栋楼6层竟然1只丧尸都没有。这任务简单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老大，没有任何人和丧尸的痕迹，这里面似乎是提前撤退过。是有些古怪，你把最后那几间屋子再看看。我也走进顶楼的一间办公室，这里的电脑竟还都连通着电，只不过全都有着最高级别的密码，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倒是在这里找到了一波物资，都是泡面、火腿和卤蛋之类，什么时候都不能空着手。我发挥节俭环保的优良传统，把所有能吃的全都装进空间。没一会，徐少阳也巡查完了，背后的包里鼓鼓的，估计也搜到不少的物资。这栋大楼有自己独立的电力系统，电梯还在运行。我在顶楼摁动下行电梯，没一会儿电梯就下来了。我和徐少阳对视一眼，两人分散在两边，地面都检查过了，自然电梯也要检查。电梯停在了我们顶楼这一层，大门打开的一瞬间还是空的，现在只剩下负1楼还没检查，只要那里也没有丧尸，这个研究厂就算彻底攻占了。我伸出手准备摁电梯时，电梯却自动开始往下行驶，我一瞬间僵住了。在我面前的显示屏上出现的是负1楼，这说明负1楼有人在按电梯，难不成这里还有其他人？如果不是人的情况下，那就只有可能是丧尸。丧尸会摁电梯吗？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在电梯内出现，我忽然想到一件事，这个联合药品研究厂的位置我虽然没来过，但我上辈子听说这里出现过丧尸王。我说怎么对这个位置感到熟悉，这是我上辈子就定位禁区的地方，这辈子居然就这么来了。一会电梯门终于打开，电梯门口站着一个女人和2名特种队员。你们是谁？谁允许你们到这里来的？穿着白色特战服的女人带着一种询问的语气。我们为什么不能来这里？这个药品研发厂有着重要机密，无关人员请尽快离开。我有点想笑，都末世了还跟我在这打官腔。那我要是不离开呢？眼看两边已经到了一言不合就要动手的架势，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王队长，这2人是我的朋友。陆其言不知从哪里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他的几名队员。看到陆其言后，那个女人便没再说什么，但脸上依旧带着那种傲慢的神情。要不是陆其言在这，我早一脚把他踹飞了出去。不过现在我还得先打探一下情况。陆队长，好久不见啊！陆队长，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没事干，随便出来溜达溜达。你们在执行什么任务呢？这个是机密，我只能说这里很危险，里面有很多的丧尸，你们最好赶紧离开。没事，你们不用管我俩，你们忙你们的。陆其言不再说什么，带着他的队员们往里面走去。我和徐少阳则跟在后面，有人帮忙打头阵，倒是省我事了。这整个地下1层看起来像是个地下研究所，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有很多间办公室，一直来到一个偌大的大厅里。我和徐少阳在原地休息，他们则一间间办公室搜寻。大概搜索了1-2个小时后，他们又无功而返的回来。陆其言让大家先原地休息半小时，期间那个姓王的女人凭空变出了几份盒饭，我这才知道她也是空间异能者。那人把物资都拿出来之后，还挑衅的转头看了一眼我这边，好像在向我炫耀。这时陆其言走了过来，将一份盒饭打开。我不饿，这份给你们吃吧。我看了一眼那份饭，里面是一份大白菜和2个粗面馒头。我知道他可能是担心我们没有带食物，所以把自己的那份拿出来。不用，我们带饭了。少阳，把背包里的食物拿出来。只见徐少阳放下身上的背包，从里面拿出3个大铁盒子。第一盒里面是塞得满满的卤好的冷切牛肉，后面2盒里还有排骨和米饭。那边姓王的等人全都看呆了，这是什么家庭，有这么多肉吃？陆队长，你也来一点吧。陆其言一时间有些无语。不了，你们在这里吃吧。他毕竟是 K1 基地的上层，还得顾及一点那边 K1 基地的其他人。吃完后，他们继续去更深处搜寻，我依旧在外面等着。毕竟只要确定了这里面没有丧尸，出去后再在门口立个我的牌子，那我的系统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没一会就传来了枪声，接着那个姓王的女人却率先跑了出来。陆其言，我爸说了，如果可以，最好让你们所有人都死在这里。喂，你是不是忘了这里还有2人呢？他好像根本没把我们2人放在眼里，抬起枪口就想要将我们2人给解决。然而下一秒，他已经倒在地上成了一具尸体，我根本不需要出手，徐少阳的出枪速度就已经超过了他100倍。女人空间里的物资也全都爆了出来，只不过他的空间显然很小，看这物资估计就几个平方大小。你去看看陆其言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故意支开徐少阳，而他也显然已经很着急，担心他曾经队友的安全，只是又不放心留我一人在这里。我把散落在外的物资全都收进了空间里，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没用，死了倒还挺有贡献。10几分钟后，我们已经来到了地面上，徐少阳在照顾着他曾经的队友，陆其言已经苏醒了过来。谢谢你，曼夏小姐，又救了我一次。不客气，以后有好事别忘了我就行。从陆其言的叙述中，我才知道，刚才那个女的父亲在末世前是政界高官，现在也是他们 K1 基地的负责人之一。K1 基地的另一个负责人就是陆其言的爷爷，看来对方是想趁机除掉陆其言这支强力小队。你们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他在一间实验室里启动了毒气开关，然后将我们关了进去。我大概能想到当时的画面，想到这，我突然用精神力看了下陆其言，竟惊讶地发现陆其言身上竟有3道光系在游动，这代表他有3种异能：雷系、冰系，还有光系。我的内心突然咯噔一下，
不会吧？我该不会把上辈子的丧尸王给救了吧？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上辈子我在这个时间段遇到徐少阳，他队友全没了。要是陆其言活着，他不可能不找，毕竟他知道他们来自哪里。而且陆其言是3系异能者，上辈子的丧尸王就来自这里，也是3系异能丧尸。没一会，其他队员也都缓了过来，陆其言也准备带领手下离开。对了，你们来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事？要不要我们帮你？不用，少阳可以把咱们牌子插起来了。徐少阳熟练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牌子，接着钉在了研究所的大门上。大家看着他熟练的动作，集体沉默。不会吧？跋山涉水，不顾危险来这里，就是为了拓展领地。临走时，陆其言问我要了电台频率，方便日后联系。末日后联系只能靠这个。送走了他们后，装甲车在城市里穿行，目的地是西郊的一处养殖场区。我记得那里有个超大的养猪场，上辈子我曾跟着基地的人去那里搜集物资，但是当时去晚了。虽然丧尸病毒不感染动物，但是那些猪在没人饲养后，全都饿死、病死。最终腐烂，当时看着是真觉得可惜。末世里那可是最奢侈的东西，就那么白白糟蹋了。现在我一定要在那些猪还没全饿死前赶到那里，随便弄一点都够我吃一辈子了。没多久，我就凭着记忆来到养殖场外围，可刚到这里就听到了枪声，看来是有人捷足先登了。我将车停在远处的路边观察，发现这群人很菜，只敢在门口放枪，却不敢进去。按我的估算，这里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丧尸，因为这位置很偏，方圆10几公里只有这一个养殖场，外面的丧尸一般不会来这里，里面顶多只有当时养殖场内的员工。等了一会之后，我都开始着急了。就在我快忍不了时，他们终于是进去了。我不怕他们先进去，第一，就刚才看他们那模样，估计很难活下来；第二，就算侥幸活下来了，也收不完那么多只猪。没一会，里面传出了几声枪响，接着还有伴随着一些惨叫声。我估摸着差不多是第一种状况，随后便开着我的装甲车直接闯了进去。和我所料不差，里面只剩下一些丧尸，这些丧尸都很无脑。我直接用装甲车来回碾压了几趟，就看不到站着的丧尸了。我从车上下来时，刚好踩到一本书，我蹲下来捡起来看了看，书名为《母猪的产后护理》，是本好书，未来搞不好用得着。把书收起来后，便向着猪舍走去。没走一会，就闻到一股难闻恶臭味。好在我来得及时，猪舍里的猪虽然几乎瘦成了皮包骨，但有70%还是活的。我看着眼前偌大的猪圈，一个坑位一个坑位的把还活着的猪抓进我的空间，这里真是太臭了。养猪这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我继续向着下一个猪圈走去，就在我抓到第3个猪圈时，忽然感受到身后扫来一道目光。是谁在那里？快点滚出来！猪舍最角落里，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站了出来。他出来后立马笑嘻嘻地看着我。原来你还是一个空间系异能者。这时我也认出了他，好像是刚才那个队伍里的人。他居然没死。你到底是谁？墨镜男人举起双手。我没有恶意，我只想来投靠你。投靠我？没错，我觉得你很强大，我想要加入你的队伍。那你有什么能让我收你的？男人听到我的话，摘下了墨镜，露出一只灰白的丧尸眼睛。秦克。我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秦克听到我念出他的名字，眉头一挑。此刻我心头掀起重重波澜。作为在末世活了10年的人，我当然知道上辈子末世里的一些牛人。半丧尸秦克，他是唯一一个感染了丧尸病毒却没有变成丧尸的人类。这家伙在末世里凭着丧尸不咬他的奇特体质到处横行，只不过这人从不干人事。我看着投诚的秦克，目光挣扎了一下，杀还是不杀？杀了可惜，不杀又是个祸害。想到我系统的特殊性，只要是加入我的人，那他的特异属性都会被我复制过来。他的半丧尸之躯我必须得要。行，我同意你加入。等等，美女小姐姐，我还没说完。我加入你们，你给我什么待遇？我皮笑肉不笑。肯定给你最好的待遇，跟着我，3餐有肉吃。那好，我加入你。他刚同意加入，我脑海里立刻传来一道声音：检测到基地守卫+1，奖励积分+100，基地新守卫忠诚度不足60，无法解锁特殊属性。我一时间有些无语，这人真是个天坑，连解锁特殊属性的资格都没有。但为了得到他的特殊体质，我还是得假模假样的忍着。秦克，你喜欢什么？我作为队长，肯定要送你点东西。美人队长，你要真想送我点东西，不如把你的心送我，我对你一见钟情，真心的。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一脚把这家伙踹飞在地上。要不是有系统，我真信了他的鬼话。给老子干活，把活猪都赶出来！慢一步，老子把你的心挖出来喂猪！这秦克也不生气，起身就去猪圈里赶猪。猪圈内又脏又臭，正好让他吃点苦头。半个小时后，猪舍里的活猪全被我收进了空间，剩下的死猪，我让秦克拖到一个坑里。这家伙身体半丧尸化，力量和速度似乎也增强了，干起活来很快。死猪都埋在一起后，我倒上汽油烧了。这些死猪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尸体腐烂不能吃，留下来只会滋生细菌病毒。为了避免后面的瘟疫，必须提前烧掉。全程秦克都没多话，就一直笑嘻嘻地盯着我看。鬼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将一切都处理完，我便带着他准备返回。没一会就来到了装甲车旁，他看到我装甲车后兴奋地打量着。美人队长，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宝贝？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我冷漠地回应，可他却十分热情。美人队长，我们现在去哪里？我们有基地吗？没有，我们去别的地方收集物资。我肯定不可能将他带回防空洞，那里现在有小弟徐少阳在看管着。我知道有个地方物资很多，在新开发区那里有个3层楼的超市。好，我们就去那里。
我们开着装甲车往开发区的方向驶去，虽然知道这家伙肯定在耍小心思，但以我的实力并不担心。最主要的是，他的半丧尸体质我一定得得到，这在丧尸末世里简直就是一个外挂。我的目的地是近郊的开发区，那里有个3层楼的大超市，肯定有很多的物资。半小时左右，我便来到了东边的开发区，这里是 A 市近郊。近几年发展不错，原本只有几个小别墅区，后来又开发了几个新居民区，可惜入住率不高，还有几个楼盘烂尾了。末世一来，这里更显阴森，空荡荡的楼房里时不时冒出几只丧尸，他们闻到活人的气息，就像发疯一般的朝我们扑来。我的车根本没停，砰砰砰的一路横碾，直接开到了目的地开发区大超市。超市门口围了不少丧尸，一看就是末世爆发后试图攻占超市的人，可惜结局惨烈，10个人里能活1个都算幸运。车子刚停下，丧尸就围了上来。我看向坐在副驾驶的秦克，你先下去，到超市里探探路。车里的秦克有点不情愿。美人队长，车外都是丧尸啊！丧尸又不咬你，你怕什么？想要加入我的队伍，就得拿出点作用。秦克是我昨天遇到的，他是半丧尸体质，所有的丧尸都不咬他。他走到超市大门后，冲我挥了挥手，示意里面没问题。而我也不闲着，直接开着装甲车来回碾压了几圈，没一会周围变得安静了许多。等我进入超市后，慢慢的观察超市1楼，超市里没灯，里面也很暗。没等多久，秦克跑了回来。美人队长，我检查过了，1楼没有丧尸，很安全，里面物资很充足。我点了点头，辛苦了，先进里面看看。我在上辈子就听说过秦克的大名，这人是出了名的阴险狡猾，所以跟他在一起，始终要多留一些心眼。走到商场中央时，秦克忽然开口：美人队长，你好像很不信任我。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该想想是不是你不信任我。秦克咯咯一笑，显然他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大家都不是啥好人。就在这时，我发现货架上的巧克力盒、高热量糖果盒全是空的。秦克似乎也发现了端倪，这里有人在，应该是躲起来了。我直接从空间里拿出 AK， 慢慢的往前摸索，一路上发现内部的食品货架几乎都被抢空了。直到我们来到一个员工间门口时，突然涌出来2个人，一个白发老妇人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男孩。你们怎么才来？快带我们出去！老妇人看着我手里的枪，直接把我当成了军人，语气带着命令，让人很不爽。没等我烦躁，另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奶奶，你快看他身边跟着谁？那个小3生的贱种，他怎么还没死？一瞬间，2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后躲在黑暗里的秦克身上。秦克像是遇到了熟人，低着头笑了笑。美人队长，你要不然先去2楼收集物资，这里我有认识的人，我想处理一下。我很给面子的同意了，刚要走，那个老太就拦住我。你走什么？不许走！这个人是你队友吗？你们怎么找的人？找这种烂人当队友？赶紧把他赶走！我告诉你 ，A 省最大的地产是我们秦家的，我小儿子是 B 市副市长，你带我们出去，找到他们，好处少不了你的。奶奶，我想出去了，我想出去吃炸鸡，我不要在这种地方。老太安抚着孙子，又对我道：听到没有？赶紧给我们安排起来，别委屈我孙子。当然，先把这个烂人臭虫赶走，我们秦家没这样下作恶心的东西。秦克低着头，虽然戴着墨镜，可我能看到他嘴角越来越浓的狠厉笑容，而我也被这老太婆烦到了，直接把枪堵在了他的嘴上。你骂谁是烂人臭虫？老子的人也是你能骂的。老太婆被我这土匪气质直接吓傻了，可那个小男孩却还在嚣张大喊：我们说的本来就没错，他妈是爬上我爸床的贱小3，他们母子都跟乞丐一样，天天赖在我们家骗钱。他还坐过牢，13岁就进少管所，坑蒙拐骗，什么都干。我们家根本没有这种烂人，你今天敢伤害我们，我们就让我小叔弄死你，你也是个贱人。秦克把叫嚣的男孩一脚踹飞，转头冲我沈笑：美人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别管了。我一句话没说，收枪转身离开，向着2楼走去。等我到2楼收集日用品时，楼下传来了尖锐的惨叫，我当作没听到。末世里这种人能活这么久已经够稀奇的了。我现在正缺日化用品，我看着货架上堆满的洗发水、沐浴露等洗漱用品，全都吸入到空间中，还有一面墙的卫生纸、卫生巾等也全都装入空间。好在都还没过期，放入空间随取随用。清理完一整个2楼，我又来到3楼，这里全都是衣服、鞋子等服装类的商品，我也不管能不能用得着，全都吸入空间，反正空间够大，拿回去还能卖给居民们换积分。就在我开心的清理物资时，楼下却传来了跑车的轰鸣声，我立马觉察到不妙，匆忙跑到1楼，就见一辆敞篷跑车从我面前疾驰而过，车里的秦克冲我高高挥手：美人队长，我先走了，感谢你的物资，我们有缘再见。看着1楼空荡荡的大厅，我才后知后觉，秦克他也是空间系异能者，我气得跳脚，从来都是我坑别人，今天第一次被人坑，好在我的装甲车他开不了，不然损失就大了。这个秦克我算是记住你了，山水有相逢，此仇不报，我是不为人。由于完成了系统任务，系统奖励我一个超级电子管家。主人，我已经连接上基地内所有电子设施，我将为您时时刻刻监督管理基地内一切工作。好的，以后你就叫小夏，发现入侵者第一时间派遣查打无人机进行攻击。好的。
我亲爱的主人，小夏一定不辱使命。另外，帮我设计一套积分兑换系统，明天我会带到居民区。小夏很快就帮制定了一套系统，只要在居民区装一台电脑，小夏就能直接处理。第二天，我带着徐少阳拉了一车物资到别墅区，这里住着我剩下基地的19位居民。我挑了一间没人住的别墅停下车，正在劳作的居民们看到我，全都热情围了上来打招呼。这时王云朵蹦跶着跑了过来，领主大人，你来了呀！我刚刚还想去找你，找我干什么？找领主大人兑换物资呀。王云朵软糯地拿出一张纸来，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清单。以后你想买东西，随时都可以了。我一挥手，徐少阳从一辆货车上下来，这辆货车还是上次我在公路上缴获回来的快递车。徐少阳下来后就开始搬东西，周围的居民看到后立刻过来帮忙。领主大人，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盛夏基地直营商店。半个小时后，一个末世前非常常见的超市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大家看着摆得琳琅满目的食品，简直恍若隔世。他们竟然还能像末世前一样购物。而这个商店正中间是一个超大的电子屏幕，电子屏幕上便是基地管家小夏。这是基地管家小夏，以后你们所有人想要购买物品就进来买，不需要你们刷卡，小夏会人脸识别你们的账户，你们拿走的东西将会自动扣费。当然，你们有东西兑换就放在右边的货架上，这里有电子秤，称完重，小夏也会自动统计你们的余额。哇，我想试试看。王云朵立刻跑到零食货架上，拿下一根棒棒糖，她直接在店里把棒棒糖外皮撕掉，高兴地吃了起来。屏幕上立刻显示出王佑民一家的剩余积分，一根棒棒糖 0.5 积分，现在还剩 99.5 积分。王佑民夫妇见一根棒棒糖 0.5 积分，又高兴又心疼。高兴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女儿能吃上末世前很不起眼的零食，如今可是末世外面都是丧尸，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基地里竟然已经可以吃上棒棒糖，但同时他们不禁有点心疼。积分不易，1积分都可以兑换1斤大米了。这时李刚站了出来，领主大人，我想兑换一点物资，我这几天发了豆芽，可以交易吗？当然可以。李刚立刻跑回去把自己发的5斤豆芽拿出来放在秤上，交易完豆芽之后，屏幕上立马显示李刚的余额增加了 2.5 积分。这次交易的物资我可以先带回去，以后每次称完的物资，小夏会让无人机过来接走。众人看到这里全都涌起惊喜和兴奋，纷纷进到商店里，有人买商品，有人兑换积分，这里面都是最常见的基础物资，米面粮油、盐糖生活用品、纸巾、卫生巾之类，还有少量却能让人一下子回到末世前的零食，棒棒糖、可乐、小面包。所有人心中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满足感，这让大家有一种回到末世前的感觉。我看着剩下基地一天比一天变好，也是打心底了高兴。我的基地要一步步稳步发展。搞定好基地直营商店后，我返回到自己的防空洞。关于基地直营店的补货送货，小夏会根据实时库存派遣无人机运送物资，完全不用我操心。你有一封新留言，是否读取？有人找我，怎么找的？通过电台信号插播进来的，来源归属地 K1 基地。我顿时就想到了陆其言，上次陆其言还问过我电台频率，他还真来找我了。我亲爱的主人，小夏刚刚自动为你接听了，请问是否读取？读。紧接着我就听到了一串跟人工智能的对话。是曼夏吗？如果是，请回答这个频率。我是陆其言，有要事找你。请问你有什么事呀？你是曼夏？我是我主人的小秘书，有事你就说，不用客气。好吧，小夏，你告诉你主人，我们 K1 基地监控到月底将会有一波超大寒流，不知道你们那里物资够不够？如果不够，我想邀请你家主人联合完成一个任务，攻占东部地区储备粮仓，不知道他有兴趣吗？好的，我会替你转达，亲爱的陆其言先生。小夏再见。我亲爱的主人，你上述的内容就是如此了，请问现在你是否需要我回复过去？你回他一下吧，问他那里都有什么物资，资源怎么分配，那里危险程度多少。好的，请稍等。小夏直接转化一串电波，回复到 K1 基地的电台。没一会儿，陆其言的声音传来：曼夏，东部储备粮仓有1万吨以上的储备粮，里面储备有稻谷、玉米、小麦，还有一个很大的油仓库，危险程度不高，储备粮仓内部工作人员很少，外面地广人稀，唯一一点就是这次行动不是我和你分，是希望基地和我们 K1 基地联合行动，可以允许几个小基地加入，我想带你去。我听明白了，陆其言这是想要还我人情，所以特意邀请我去分一杯羹。这种好事我当然爽快答应，毕竟我可不知道储备粮仓的位置，至于到那之后怎么分，可得看各自的实力了。早上6点钟，我早早的从床上起来，今天准备前往 K1 基地，正在吃早饭时，就听到防空洞外传来的鸣笛声。我知道那是 K1 基地派来的车。你去收拾1箱方便面和1箱料理包，提前放在他们车里，以备不时之需。徐少阳二话不说就去搬东西。我其实是怕 K1 基地的伙食太差吃不惯，提前备一点解馋。来接我们的是曾经来过我基地的唐简，也是徐少阳的好兄弟。大姐，队长让我早点把你们接到 K1 基地里去，你们在我们基地过一夜，明天早上再一起出发去粮仓。行啊，我也正好去看看你们基地是啥样。我们基地虽然没有你这个富裕，但是我们基地人多，真的很热闹。我笑笑不说话，坐着他们的车向着 K1 而去。实际上上辈子我就听说过 K1 的大名。K1 基地最初是由军方建立，军事实力很强，这让 K1 基地在一开始吸纳了大批的幸存者。没一会我们前方出现一个大隧道，无数的栅栏防护网在隧道洞口，
一群守卫兵看守在这个大隧道前，隧道外山体两侧停了许多的车辆，投奔过来的人们全都集中在山体外搭建的临时帐篷里排队等待。我很清楚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检测这些人里面有没有被丧尸咬。如果在等待过程中有人变异，将会被直接射杀。所有幸存者必须要被隔离满24小时，才能凭借登记号码进入 K1 基地。唐简的车在大门鸣笛，森严的守卫看到唐简的车，立刻撤开隔离栅栏，然后就直接放行了，根本不需要等待。车子在外面等待的幸存者羡慕眼光中，直接开入隧道里。驶入隧道内的唐简转头骄傲地看着我，我们家老大现在是基地的副管理者。我听到这里愣了一下，看来上次自己的无心依旧，就直接改变了这一世 K1 基地的格局。当车辆驶出隧道后，视线立马就开阔了起来，入目是一排一排临时搭建的棚户房。此时正值吃饭时间， K1 基地的居民跟早期的土著一样，全都席地而坐，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啃着馒头，小心提防所有人。我们的车开在人来人往的基地主干道上，路上的人看到这辆车倒是会主动避开，不敢招惹，全都用一副羡慕渴望的目光盯着这车和车里的人。大姐，这些是新接收的幸存者们，秩序比较乱，往里面走会好一点。唐简一边开车一边道，我点着头。没一会，前面出现一排排的民房小楼，这里的治安就好了许多。最早一批加入基地的都能分到这种房子住，相对幸福感不要比外面住棚户的高太多。而等到唐简把车驶向一条分路时，眼前的画风立刻就变了。一栋栋整齐划一的楼房到处干净整洁，路面上没有一个游走闲散的幸存者。我们的车七拐八拐停在了一栋2层楼的别墅前，别墅前面还带一个小花园。大姐，这是我们队长的家。我点点头，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麦夏小姐，欢迎来到 K1 基地。他转头又看了看徐少阳，少阳，欢迎回来。陆队长，老大，我先去找唐简他们聊会天。我点头同意，同时又和陆其言商业互吹。陆队长好呀，你们基地人多又热闹，今天得见甚是震撼，一看就是陆队长管理有方。出了门的我相当客气，见面狠狠来一波商业互吹。陆其言第一次听到我的吹捧，一时不好意思，然后很认真道：麦夏小姐要是喜欢，可以考虑加入我们 K1 基地，我会给你一个好职位。K1 基地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我直接摆摆手，我就客气客气，你别当真。陆其言也明白自己是想多了，只能尴尬的道：你吃饭了吗？没有，你家开饭了吗？我们空着肚子来的，不得招待点好东西。走吧，我带你们去食堂吃。路上陆其言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他们 K1 基地。K1 基地地处一片丘陵环绕的核心区域，主要通道就是那条隧道，所以他们基地安全性很高，但同时也没有足够的耕地保证种植。随着加入的人员越来越多，基地的粮食非常紧缺，基地居民通过帮忙建设和出去寻找物资获得积分，再用积分来换取食物。普通人工作一天大概能换一个馒头。我跟着陆其言到了他们 K1 基地的第2食堂，这里是专供基地军人和管理者们的。陆其言的身份卡在食堂的机器上刷了2次，第一次是免费的，第2次需要扣除积分。很快2份馒头和热汤菜就打好了，馒头是杂粮馒头，汤是白菜叶加火锅丸。麦小姐，我们这里条件差一点，你将就一下。我看着如此朴素的饭菜，你不是升官了吗？怎么还天天跟大家一样吃这个？没办法，我们这里物资本就不够多。那个，要不然你带着你小队的人加入我基地吧，你们这条件艰苦的，我家狗子看了都摇头。陆其言有些无语，但却没有反驳，毕竟他看过我家的狗子，确实是天天都有肉吃。我还是很给面子的，啃了半个馒头，就当吃他一顿饭。那一碗飘着说不出味道的菜汤以及劣质的丸子，我实在吃不下去。我们吃完饭之后，陆其言看我没吃几口，便带我来到他们 K1 基地的集市。这是一整条居民自发摆起来交易物品的街市，人们席地坐在地上，面前摆放着他们售卖的东西，基本都是衣服首饰、金银玉器，甚至还有人把钱扎成一捆捆的售卖，一看就是某位土豪老板末世来临后带着钱逃跑。但没想到钱是最没用的东西。我很新奇的走在这么大一条街上，忽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不给吃的你就想走，是想白嫖吗？前方一个小棚户门口，地上一个瘸了条腿的中年男人死死地抱住一个壮汉的腿，我一眼就认出那个瘸腿男人正是和我一起生活了20年的好父亲。什么货色也敢说老子白嫖？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说你老婆年轻漂亮，结果是那么个老货色。这时我的后妈李林也跟着走了出来，还在整理身上的凌乱的衣服。我不是让你挑了吗？你自己选的，你怪谁？挑？你还好意思说挑？就你那70、80的老妈，看着都要死了，好意思让我挑？反正不给吃的就不许走，不然我就要喊人了。壮汉怕引起基地守卫的注意，无比厌烦地从身上掏出一包泡面丢在地上，接着赶忙甩开众人，一脚踩过泡面，大步离开。那2人立刻跟疯狗一样扑上去，把踩得稀碎的方便面捡起来，不顾颜面的争抢。老婆，你还能挣？先给我和我妈吃，我妈都快饿死了。凭什么？这是我凭本事挣来的，就应该我吃。这是一个20、30岁的男人走了出来，他一出来直接把方便面抢到手中，正是我的好哥哥韩英。你不是吃过了吗？你奶奶已经快被饿死了，我也几天没吃上饭了，这个就留给我们吧。年轻男人一脚把他爸踹开，就你们这2个废物还配吃？屋里躺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东西，还有你这个连基地任务都做不了的瘸腿废物。儿子，你说的对，这2废物活着也是浪费粮食。妈，以后咱们俩单过，不跟这2个废物凑一起。好，我们才是真正的家人。儿子，我可是你亲爸，
当初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我去大城市上门入赘，忍辱负重，你都忘了吗？韩英老爹向着他儿子爬过去，抱着他儿子的大腿祈求，希望对方能给他一点吃的。就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生下那个贱人，末世前将我到手的房子都给弄没了，我媳妇怎么会打胎离开我？韩英对着他爹狠狠地踹，没一会就将他爹踹得吐出血来，一点没有留手的意思。就在韩英老爹要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句：“陆长官来了。”韩英听到后这才收脚，然后不管他老爹的死活，拉起他还有价值的老妈离开，剩下韩英老爹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此刻的他无比的懊悔，怎么就生了韩英那个畜生？这个时候的他忽然就想起了他的女儿，要是曼夏还在的话，肯定不会这样。他是一个从偏远乡村飞出来的凤凰男，为了扎根城市，半入赘到我妈妈家。但是他在和我妈妈结婚之前，就已经在老家摆过酒席，结过婚，还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经常不在家，我妈也从来不会说什么。后来他把他妈从老家接了回来，也就是我那个恶毒奶奶。那老太婆经常欺负我妈妈，才5岁的我就跟个小狼崽一样，扑上去就咬她。从小没有爸爸的我，就要保护我的家，保护我妈妈。韩英老爹很清楚我的个性，一旦被我认定成为自己人，我是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们的。后来我妈因车祸去世，他便顺理成章的把在农村的老婆孩子接了过来，而我则彻底成了外人。此刻的我静静的在远处看着，从他决定抛弃我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他这个结局。就在这时，奄奄一息的韩老爹忽然抬头，在走过来的人群中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一个年轻女孩站在基地管理者陆其言身边，还有一群基地守卫跟随在他们身后，看上去是那么的高不可攀。韩老爹想努力的往这边爬，嘴里呜呜的喊着，却叫不出我的名字。陆其言发现异样，转头看了我一眼。你认识他们吗？我毫不在意的摇了摇头，然后大步的向前走去。陆队长，像你们基地发生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基地内部的管理不归我，但是如果出了人命，杀人者死。我大概是猜到了，基地本就物资紧缺，韩英老爹现在被打成这样，肯定是活不了的。陆队长，那你还不赶紧去抓人？像刚刚那位，肯定没几天活了，得把打人者提前抓起来。陆其言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把刚刚打人的人抓起来，受害者一旦死了，他们即刻死刑。几名基地守卫立马去追韩英母子，不用想也知道他们的结局，反正不会有好下场。我逛了一圈街市后，已然对 K1 基地有了深入了解，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糟糕，无节制大批量吸纳难民，内部资源又极为匮乏。如果不是那批军人一直在找物资，这里根本绷不住。归根结底就是他这里太缺物资了，难怪陆其言一心要去那么远的储备粮仓找物资。曼夏小姐，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你好好休息。陆其言把我安顿在自己别墅的空房间里，徐少阳住在我隔壁，互相也有个照应。临着要关门时，他又叫住了我。对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什么，你房间抽屉里有一些零食饼干，饿了可以吃。在他走后，我果然在房间抽屉里看到一盒高档饼干，这地主之谊还算不错，以后去我那也好好招待一下他吧。洗完澡后，我便打算早点休息，毕竟明天还有大事要做。早上6点，我在别墅里的卧室醒来，今天要跟随 K1 基地去搜寻东部最大储备粮仓。吃完早饭后，我们便来到了楼下，外面已经停好了长长的车队，除了几辆皮卡之外，其余数十辆全是超大的货车，每辆货车都能装几十吨的粮食。曼夏小姐，你和少阳开你们来时的车，到时候用我的车给你们装物资。我点点头，带着徐少阳上车，跟在陆其言的车队后，向着遥远的 B 市进发。这一趟是长距离跋涉，顺利的话，一来一回要走3天时间。我们中间要在 B 市外的高速上集合，等待其他几个基地的人一起，然后共同休整一晚。这一路上并不顺利，既要清理路上拦路的丧尸和废弃车辆，还得四处找好走的路线，所以车队只能走走停停，硬生生耗了快7个小时才到目标地。此时已经到了下午3点，我在车里吃了点泡面当做午饭。这玩意在末世可是稀罕货，有油有盐还能管饱。没一会，其他几个基地的车辆也是陆续赶来，都是些小基地，车也跟 K1 基地的差远了。几个基地的队长下车后，全都围在陆其言身边打招呼，想从 K1 基地里换点物资。我这时也才慢慢走过去。陆其言转头给他们介绍，他叫曼夏，来自盛夏基地。听到这名字，所有人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显然是从没听过这个基地的名字。陆其言又赶忙帮我圆了句，他们基地比较低调。这话落在众人耳朵里，顿时就变了一副意思，比较低调，那看来是个很小的基地了。果然很快就有人问，曼夏队长，你们盛夏基地来了多少人？2人。我随口答道。这话一出，我明显看到他们眼里的轻视更重了，就来了2个人，这基地得小到什么地步？不过看在陆其言的面子上，他们没多说什么，转头又围着陆其言问起了基地资源的事。我在一旁的高速护栏上坐下，正无聊时，一个剪着短发寸头，穿得像假小子的女孩子走到了我身边。你真的创建了一个基地吗？我抬起头就对上一张晒得黢黑，几乎看不出女性特征的脸蛋。你又是谁？我叫季雨柔，是火系异能者，跟我哥季泽来自星火基地，我们基地就在 B 市北面的大英村。曼夏水系。我轻轻握了上去，他的手暖暖的像裹着一层热焰。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轰隆隆的车队声，又一队车来了，是3大大型基地之一的希望基地。这队车全是白色的，看着跟专业的大企业车队似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只收科研人员，最早的成员都来自一家超大型科技公司，妥妥的精英聚集地。在他们眼里，普通人就是浪费资源。末世里物资紧张，
与其养着没贡献的普通人，不如集中资源给精英，尤其是他们的管理者齐桑，还在10大狠人榜上挂着名，在他眼里每个人都像件商品。他们从车上下来7个穿白色制服的人，为首的是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其他人都紧紧跟在他身后。刚才围着陆其言的4个小基地头目，立马又殷勤地凑了上去打招呼，那人应该就是齐桑。我哥真没劲，有这功夫不如去杀丧尸找物资，非要凑上去巴结人。我忍不住笑了，冲他招招手，让他坐在我旁边，又从万能口袋里掏出一把瓜子递给他。你们基地有多少人？200多人，都是村里和附近村的乡亲，年轻人少，老人居多。那你哥能不赶紧去抱大腿吗？去晚了连人家裤衩都抓不到。不对，我觉得靠谁都没用，末世里只能靠自己。这女孩的个性倒是很对我胃口。我俩聊得正开心时，人群里传来一道声音：好了，大家认识过就行。陆队长，不是说今天到7个小队吗？还有一个盛夏基地，跟我一起来的。那位就是盛夏基地的管理者万夏。一群人齐刷刷的转头看过来，看到我和季雨柔盘腿坐在路边嗑瓜子，都愣住了。陆其言知道我的性子，便提议道：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不用了。齐桑扫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跟看见物品似的，很快就移开了。你们都过来登记，把所有人的信息写上，到时候按路上的出力程度分粮食。当然，陆队长不用，按我们之前谈好的来。没一会，陆其言拿了一张表格过来递给我，说是给我们盛夏基地的。我接过表格扫了一眼，上面要填的信息特别细，姓名、年龄、籍贯、末世前的工作，还有异能情况、基地规模、组成结构，全是些隐秘的信息。这次是希望基地出地图，你们出武力，对吧？对。那你们物资怎么分？希望基地4成，我4成，剩下2成给其他基地按出力分。万夏这次不用你动手，跟着我纯分物资就行，别打歪主意。我点点头，行吧，是你说不让我动手的。我把空白表格拍给陆其言后，天也渐渐黑了，便独自上车去休息去了。我懒得扎帐篷，直接把车后座放平，一个人躺在里面睡。徐少阳在车外扎了个小帐篷守着我。刚闭上眼没多久，我就听到了沙沙声，有东西在草地里拖行。我放出自己的精神异能，很快便感知到不远处密密麻麻的丧尸向我们这边围过来。我第一时间拉开车门，冲外面的帐篷喊：少阳，快起来！徐少阳听到声音，3秒就从帐篷里冲了出来，第4秒被我一把拉进了车里。我们刚关好车门，外面就传来了第一声尖叫。丧尸来袭了！我和徐少阳待在车里，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下车。一来我相信陆其言带队的实力，这点丧尸他应该能对付；二来他说过这次行动不用我出手。一旁的徐少阳却十分的着急，毕竟那里有他曾经的战友，他很想要下车支援。想去就去吧，但是要注意安全，我这里你不用担心。徐少阳得到我的首肯，立马就冲了下去，加入了他曾经的战友。他们再次并肩作战，外面的丧尸朝一波接一波，除了我和希望基地没人下车，其他人都加入了保卫战。我用精神力感知了一下，发现这里都是些1级丧尸，瞬间便没了兴趣，倒头继续睡觉。等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外面丧尸也早已被清退。醒来第一时间，我便用精神力感知了一下外面的状况，路上都是被击杀的丧尸，各个基地的人都在忙着挖丧尸晶核，顺便清理丧尸。我扫了一圈现场的人，大多是昨天见过的普通系异能，直到扫到希望基地的车队，他们一共7个人，4个空间系，一个火系，一个力量型异能者，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队长齐桑。我想深入感受的时候，突然被一阵针刺似的屏障挡住了，是控制系异能。我心里一惊，这是精神系异能的一种变种，会对自己领域范围的人或物有绝对的掌控能力。只不过他这种异能的领域很小，做不到像我这样精神力无限拓展，甚至远程攻击。齐桑感受到了被窥视，立马下车走了出来，扫视着周围，目光满是凝重。他知道这次的队伍中有个精神力很强的人，但是他根本找不到我。我的精神力已然从那边撤回，我刚下车就有一个人愤愤不平地走过来。你们基地昨天是不是没有出来杀丧尸？他的声音吸引了周围其他基地的人，大家这个时候全都后知后觉想到，是啊，我昨天睡着了。面对兴师动众过来讨伐我的人，我懒洋洋道。对面的人听到这里气炸了。你睡着了？你知不知道昨天我们所有人都在浴血奋战，我们牺牲了好几个兄弟，你竟然躲在这睡觉？不然呢？我的小弟不是去了吗？就那一个人有什么用？能杀几只丧尸？这时徐少阳站了出来。我昨天杀了216只丧尸，老大这是72颗晶核。对面的人瞬间哑火，想来他们昨天也确实见到了徐少阳的厉害，一个人杀的比他们一个小基地加起来都多。有时候并不是人多就有用，不是吗？我拿过晶核反问道。这次对面已经气到哆嗦了，但他们认为我一个女人是个软柿子，全靠徐少阳厉害。希望基地不也没人出来，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一群人面面相觑，显然是不敢去得罪大基地，想拿捏我，好让我们基地少分一点粮食。就在这时，陆其言走了过来，并询问发生了什么状况。其他几人将我的罪行又念叨了一遍，想让陆其言给他们做主。陆其言头大的看了我一眼，强行给我解释。万夏队长昨天可能真的睡着了，没听到。其他人听到这里全都想吐血，陆其言这包庇的也太明显了一点。但是他们这些人不服我，却很服陆其言。不是 K1 基地力挽狂澜，昨晚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事就这样算了，他们是我带来的人，所有活就当我 K1 基地帮盛夏基地做了。大家听到这里也只能作罢，就算我是混子，可有陆其言这个后台可靠。我觉得这事儿不该这么算。
希望基地的齐桑突然站了出来，而且他在说话的同时，还故意释放自己的控制系异能，试图在现场找到那个强大的精神异能者。其他几个小基地的人面对齐桑发出异能，无形之间给了很大的压力，露出不舒服的表情。唯一免疫齐桑气场的也就只有陆其言和我，我是因为精神力比他更强，陆其言则纯属是异能更强大。齐队长，你想干什么？陆其言很不满，他能感受到齐桑在攻击所有人。齐桑听到陆其言的话，目光在他身上多停留了几秒，露出怀疑之色，随后将领域撤回。我在思考陆队长刚刚说的话，我觉得不该按你说的，你替他们做了，他们就能免了。我们这次行动是按照贡献度来分配物资，你们要是没有任何贡献度，将不会有任何物资，不管是谁带来的人。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不带有任何情感。陆其言这时挡在我面前，不用说了，剩下基地并入我 K1 基地里来，他的物资我们 K1 基地分。齐桑听到他的话，冷冰冰的眼眸又暗了几分。既然陆队长这么说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他带着人转身离开，其他几个小队也都觉得这个决议不错，纷纷散开。大家一离开，陆其言转头看向我，万夏，你别生气，大家不用解释，总归我是跟在你后面白嫖，我生什么气？我又不是智障少女，虽然我就过陆其言2次，但他这一路带我白嫖还不让我出力，这份人情已经够意思了，我自然不会跟他生气。但那个齐桑我是记住了，我这人向来就小心眼。上午的事很快过去，大家开始整合队伍继续前进，浩浩荡荡的车队向着储备粮仓出发。昨晚那场作战虽然惨烈，但相应的这趟路上的主要丧尸潮已经被清理完了，后面的路程相当的顺利。但我总有预感，储备粮仓肯定会有更大的危险，到时候就各凭本事吧。储备粮仓选址都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方圆人迹罕至，所以这里并没有多少丧尸。我们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储备粮仓啊！这里得有多少粮食？一个粮仓5000吨，这里有10个，那岂不是5万吨？足够我们所有基地人加在一起吃100年的。我们还是先勘察了粮仓外围的环境，确定外面没人后，才进到员工大楼。让人意外的是，员工大楼内也是静悄悄的，一个丧尸也没看到，安静的有些诡异。我们先是走进第一个粮仓里，看到满满当当成山一样的粮食，所有人都惊喜坏了。但是这份开心劲还没持续多久，紧接着看到的第2个粮仓，粮食全没变了。此时末世过去好几个月，无人看管下粮食极易没变，而且一没变就是整个储藏仓，完全不能再食用。等到我们把10个超大粮仓逐一走完，才发现大部分粮仓都没变了，真正完好的粮仓只有2个，也就是说只有1万吨粮食可以分配，在这末日之下也算不错了，毕竟粮食本身就有保质期。我再跟你们讲一下粮食分配问题，我和 K1 基地要各占4成，我们先拿，你们剩下人按照我计算的比例拿，有问题吗？齐桑像是个领导者一样分配着粮食，4家小基地的众人听到这里，全都点点头。他们到手能拿到500吨，已经够吃好几年了。等回去后，我单独分你200吨。陆其言转头对我说道，他的话引得周围其他人全都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鄙夷，认定了我们之间是不正当关系。哎，季雨柔，你看到没？果然是漂亮女人才招人疼，咋就没人给你送点粮食？罗虎，你胡说什么呢？慢下，才不是那种人。季雨柔还是有点相信我的，一旁的罗虎还想说些什么时，突然一只丧尸从天而降，将他拽起飞入到了粮仓中，瞬间凄厉的惨叫响起，粮仓就像沼泽一样，罗虎眨眼间就没了人影。有丧尸藏在粮仓里！季雨柔大喊，所有人都被这突发情况吓了一大跳。反应过来后，噼里啪啦的枪声瞬间响彻现场，陆其言带的人快速进入火拼状态，开枪射击那些在到谷堆上爬行的丧尸。可这些丧尸全是铜皮铁骨的变异丧尸，子弹都难以打穿的，而且他们的速度还非常快。全都向入口撤离！陆其言大声喊道，现场所有人立马向着陆其言的方向奔跑，一时间乱作一团。一些有异能的队员全都将异能扔出，异能比子弹强一点，却也只能拖住丧尸的一点点速度。就在所有人刚跑到出口时，一只更大的丧尸突然出现在门口，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陆其言释放出全场最强的雷电异能，也根本无法撼动这个超级丧尸分毫。此刻前有巨型丧尸堵路，后面也根本没了退路。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异能已经消耗完了。就在大家都觉得死定了的时，一道水墙忽然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将所有人护住。接着水墙化作漫天水珠，如同一枚枚高压子弹，尽数洞穿那些普通子弹都打穿的丧尸。前方的巨型丧尸也被水珠限制的无法动弹，但却并没有伤及他的性命。我顺势拔出唐刀，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被系统增幅过后，我的力量和速度都十分恐怖。我对准丧尸的脑子，一刀捅了上去。这只巨型丧尸也终于是停止了挣扎。刀拔下来的瞬间，一枚鸡蛋大小的晶核从我的刀尖掉了出来。所有人看着这一刻的我，全都说不出话来。刚才我施展的异能足以碾压他们。老大居然也是水系异能者，而且比我还强那么多。这是慢相，想到过他有异能，没想他的异能竟达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有多少秘密？竟能将普通的水系异能用到这种程度，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从现在起，粮食由我分配，谁有意见？我站在粮仓外，让所有人都到我面前来。大家面面相觑，显然还有点没反应过来。齐桑照旧摆出一副领导人的姿态。曼夏队长今天贡献很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理应给你多分。不如这样，我们希望基地、K1 基地还有你
各3成，其他小队平均分1成。齐桑这话落下，其他4个小队全都面露不满，却敢怒不敢言。你叫齐桑？是的，曼夏队长，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齐桑，来自希望基地。齐桑一改之前的冰冷，跟我正式介绍自己。我没理他，而是把目光看向那4个小基地的人。你们私家听到没有？刚刚小齐说就给你们分1成，你们能接受吗？他们认为我肯定是和2个大基地站一队的，所以也只能不甘地表示接受。那行，就按照小齐说的，你们4家分1成。接着我便让徐少阳带着4个基地的人去分粮，每个基地250吨。分配完4个小基地，我又看向陆其言。陆队长，刚刚小齐说分你3成，你能接受吗？可以，差1成他是能接受的，而且这1成是给我，他更没意见。那行，你让你的人去取你的3000吨。就在这时，齐桑上前一步开口道：曼夏队长，现在轮到我们了吧？我看着他，冲他微微一笑。小齐啊，虽然他们都没意见，但是我有意见。你想怎么分？齐桑眉头一紧，有种不好的预感。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剩下的全是我的。齐桑脸上的从容瞬间冻结，那双冰冷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难以置信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怒。曼夏队长，你这个玩笑并不好笑。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周遭的空气仿佛都因他的不悦而凝滞。希望基地的几名队员下意识地向前一步，隐隐形成对峙之势。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曼夏脸上的笑容不变，眼神却锐利如刀，扫过希望基地众人。刚才小齐你说按贡献分配，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杀了最难缠的，救了所有人的命，这贡献够不够拿下剩下的？还是说你们希望基地觉得你们的贡献能比我大？他话音未落，徐少阳已经默不作声地站到了他的侧前方，手中的唐刀虽未出鞘，但那股经历过尸山血海的煞气已然弥漫开来。夏天也低伏身体，发出威胁的呜呜声，100倍强化的战犬威慑力十足，现场气氛剑拔弩张。那4个刚分到粮食的小基地队长连大气都不敢喘，既怕希望基地的威势，更怕这个突然爆发的曼夏。陆其言眉头紧锁，上前一步打圆场。曼夏，齐队长，物资分配可以再商议，此地不宜久留，刚才的动静可能会引来更多麻烦。陆队长说的在理。曼夏从善如流，却根本没看齐桑，直接对徐少阳下令：少阳，带人装车，所有完好的粮食一粒不剩，全部运走，谁敢拦？他顿了顿，目光似无一般掠过希望基地的人，就按抢掠领地物资处理。是，老大。徐少阳毫不犹豫，立刻招呼 K1 基地负责运输的人员开始行动。K1 基地的人有些犹豫地看向陆其言，陆其言看着曼夏坚定的侧脸，又瞥了眼脸色铁青的齐桑，最终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K1 基地的人员立刻动了起来，重型货卡开始轰鸣。齐桑的脸色难看至极，他带来的主要是战斗和空间人员，搬运能力远不如 K1 基地准备充分。他死死盯着曼夏，控制系异能的波动再次隐隐泛起，试图施加压力。曼夏却像是毫无所觉，反而轻笑一声，精神力如同无形潮水般反卷而去，瞬间冲散了齐桑那点领域波动，甚至让他微微晃了一下。齐桑眼中骇然之色更浓，他终于确定，刚才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来自这个女人，她的实力深不可测。齐队长，曼夏慢条斯理的开口，别忘了，地图是你们出的不假，但没有我们，你们连门口那只大块头都解决不了，更别说里面的了。现在能拿着之前谈好的份额安全离开，或者你想试试能不能从我手里把东西抢走？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希望基地的火系异能者忍不住想动手，却被齐桑一把按住。齐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怒火，他权衡利弊，曼夏展现出的实力远超预估，加上 K1 基地明显偏袒他，还有那条诡异的强化的狗和那个用刀的高手，真动起手来，希望基地绝对讨不了好。为了3000吨粮食撕破脸，甚至折损在这里，不值得。很好，曼夏队长，我记住你了。齐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语气冰冷。我们走。希望基地的人悻悻然地跟着齐桑离开，只装走了他们最初谈好的那部分粮食。季雨柔看着希望基地吃瘪的样子，偷偷冲曼夏比了个大拇指。他哥哥几则面露忧色，低声对妹妹说：这梁子结大了，希望基地睚眦必报。曼夏并不在意，末世之中实力为尊，有了这些粮食和金盒，他的基地和发展将再无瓶颈，这点风险值得冒。搬运工作持续了很久，曼夏直接动用了空间能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大量粮食收入系统空间，远超货车运载的量，只留下足够让货车满载并让 K1 基地人员看到的部分。陆其言虽然觉得货车装的异常满，但也只当是粮食压实了些，并未深究。期间，曼夏找到陆其言，陆队长，这次谢了，答应你的2000吨，回去就点给你。他指的是之前说好分给他的部分，再由他转赠回 K1 基地。陆其言摇摇头，不必，说好是给你的。K1 基地拿3000吨已经解了燃眉之急，要是你彻底得罪了希望基地，以后要小心。放心，他们不来惹我就算了，要是敢来，曼夏没说完，但眼中的寒光让陆其言都心中一凛，他越发觉得看不透这个女人。车队浩浩荡荡返回，回程顺利了许多。到达 K1 基地附近后，曼夏与陆其言告别，并私下塞给徐少阳一小瓶净化液，给你曾经的队友们分分，能提升实力，以后有麻烦可以电台联系。徐少阳重重点头，老大保重。曼夏带着夏天开着装甲车，后面跟着满载粮食的货车队，向着他的剩下基地驶去。回到基地外围，王佑民早已带着居民们在等候，看到这么多粮食，所有人都欢呼起来，看着曼夏的眼神如同看救世主。曼夏将粮食入库的工作交给王佑民和居民们，自己则带着那颗巨大的4级金盒回到了防空洞。小夏汇报基地情况，亲爱的主人，欢迎回家。基地一切正常，居民情绪稳定，积分系统运行良好，商店物资交易频繁，周边领地未发现大规模丧尸聚集或入侵迹象，无人机巡逻一切正常。曼夏满意地点点头，他取出那枚鸡蛋大小的4级金盒，放入净化液提取机，一阵炫目的光芒闪过，提取出的净化液不再是透明无色，而是带着淡淡的金色流光，蕴含的能量让他都感到心惊。他没有犹豫，将整支净化液注入体内，瞬间磅礴的能量席卷4肢百骸，精神系异能、水系异能、木系异能以及新获得的力量、速度天赋都在疯狂增长，他的感知力瞬间覆盖
盖了整个基地，甚至向外延伸了数公里，范围内的一切风吹草动都清晰无比，体内异能澎湃如海，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检测到宿主吸收高纯度净化能量，全属性大幅提升，精神系异能进阶为领域掌控，可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绝对感知与微弱干涉领域。曼夏睁开眼，眸中金光一闪而逝，他感觉现在的自己能轻松秒杀粮仓时的自己，实力再次暴涨。他看向系统商城，那需要1亿积分的丧尸病毒抑制剂依然遥不可及，但他现在充满了信心。之后几天，曼夏一边消化吸收进化液的力量，熟悉新觉醒的领域掌控能力，一边规划基地的下一步发展。他用之前积攒和这次收获的积分，从系统商城兑换了更多基础设施建设图纸、优质作物种子以及一批防御武器，分配给居民，扩大生产，加固防御。剩下基地一片欣欣向荣，实力每日剧增。然而，正如几则所料，希望基地的报复来得很快。这天，曼夏正在训练场指导徐少阳和几只核心战犬配合训练，脑海中突然响起小夏的警报。警告！检测到一支武装车队进入领地监控范围，方向正东，车辆数量10，人员约50，装备精良，疑似希望基地制式装备，预计15分钟后抵达基地外围铁丝网。曼夏眼神一冷，终于来了，小夏。启动1级防御准备，所有无人机升空，电子网准备，非战斗居民立即进入防空洞避难。少阳，集合战斗队伍。是。徐少阳立刻吹响了紧急集合哨。很快，以李刚等异能者为骨干，加上一批经过训练的青壮居民，以及10几条凶猛的战犬，迅速在防线后集结完毕。居民们则有序躲入防空洞。希望基地的车队嚣张地停在铁丝网外。一个穿着白色制服、表情倨傲的男人拿着喇叭喊话，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希望基地特遣队，立刻让你们的管理者曼夏出来，交出非法侵占的粮食和物资，并接受希望基地的调查和收编，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后果自负。曼夏走到箭塔上，冷冷地看着下面，非法侵占真是笑话，粮食是我凭本事拿的，我的基地就在这里，不偷不抢，凭什么接受你们调查收编？滚回去告诉齐桑，想要粮食，让他自己带着诚意来谈，派几条狗来吠叫，没用。那特遣队长脸色一变，放肆！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攻击！给我打破这破铁丝网！希望基地的队伍立刻开火。子弹叮叮当当打在经过系统强化的铁丝网上，却连痕迹都没留下。电网启动，曼夏淡淡下令，嗡！一阵强烈的电流闪过，最前面的几个希望基地队员瞬间被高压电击中，惨叫着倒地抽搐，装备冒起黑烟。有电网，后退，用重武器。特遣队长惊怒交加，一辆车顶上的重机枪开始咆哮，子弹风暴般倾泻在铁丝网上，依旧无法撼动分毫。无人机群锁定重火力单位，精准打击。曼夏再次下令，空中盘旋的无人机立刻俯冲而下，射出精准的小型飞弹，轰轰！希望基地的重机枪连同车辆直接被炸上了天。异能者小队，给我上！特遣队长气急败坏，几名希望基地的异能者上前，火球、锋刃、土刺纷纷砸向铁丝网。然而曼夏的基地防御是系统奖励加持过的，这些攻击依旧效果甚微。就这点能耐，曼夏冷笑：少阳，给他们看看什么叫异能。徐少阳点头，运转异能，顿时一条巨大的水龙凭空出现，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朝着希望基地的阵营冲去，瞬间冲垮了他们的阵型。好几个异能者被直接卷飞。紧接着，李刚等力量型异能者举起巨大的石块，隔着铁丝网狠狠投掷出去，砸得希望基地的车队人仰马翻。战犬们则在夏天的带领下发出威慑性的咆哮，百倍战力带来的压迫感让希望基地的人心惊胆战。曼夏甚至没有亲自出手，希望基地的这支特遣队就已经溃不成军。特遣队长看着眼前这铜墙铁壁般的基地和恐怖的防御力量，终于意识到踢到了铁板，他脸色惨白，对着通讯器大吼：撤退，快撤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曼夏眼神一厉，小夏，电磁干扰，瘫痪他们的车辆。战犬队出击，缴了他们的械，人扔出去，强大的电磁脉冲瞬间扩散，希望基地的所有车辆同时熄火。夏天率领狗群如闪电般冲出，迅猛无比地扑向那些试图逃跑的队员，精准地咬掉他们的武器，然后将人狠狠甩出领地范围。不到10分钟，战斗结束。希望基地50人的队伍，除了几个跑得快的，大部分都被缴械打伤，狼狈不堪地被扔出了领地，车辆和重装备全部成了曼夏的战利品。回去告诉齐桑，曼夏的声音通过喇叭传遍战场，再敢来犯，来的就不是50人，而是我去你们希望基地做客了。希望基地的特遣队员如蒙大赦，连滚爬爬地逃走了。基地内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居民们从未如此扬眉吐气过，他们对曼夏的崇拜和归属感达到了顶点。此战剩下基地之名彻底打响，经此一役，曼夏知道和平发展的时间不多了，希望基地绝不会善罢甘休，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他必须更快地提升实力，扩张领地。他将目光投向了更远方，那个上辈子就闻名遐迩但也危险重重的东部大型人类幸存者基地曙光城，那里有更多的资源、人口、科技，也有更复杂的势力和更强的对手。小夏，收集所有关于曙光城的信息。少阳，加快战斗队伍训练，准备下一次扩张。王佑民，加大粮食和物资生产储备。曼夏站在防空洞口，望着远处渐渐沉落的夕阳，眼神坚定。末世之中，唯有力量才是永恒。这一世，他不仅要活到大结局，更要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打造一个真正的末日乐园。他的征途才刚刚开始。